是举起电诈话术本保全肢体，还是用跳楼断腿换取渺茫的生路？你即将踏上的是一条用67名未能回国者的遗物铺成的认知之路。大军，我走了。对了，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路上慢点。管家里借的钱是分币不剩啊！就在张大军准备关电脑的时候 ，QQ 图标闪了起来，点出对话框，看到头像的瞬间，张大军震惊了。这是徐雅丽。大军，还记得我吗？毕业快5年了，你从来都没跟我联系过，怎么是忘了我这个老同学吗？校花开玩笑了啊！最近是不是要和邹凯结婚了？我已经和邹凯分手了，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大军，我知道你一直偷偷喜欢我，其实我对你也很有好感。大军，你怎么不回我？雅丽，谢谢你，但现在的我距离你太过遥远。我手里现在还有点钱，是邹凯的分手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奋斗。大军，我爱你。这就是我被骗到缅北之前，徐雅丽使用的话术，看上去就像是骗傻子一样，而我就是傻子，根本没有找老同学求证。换位思考一下，徐雅丽说的这些，换了别的暗恋她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老同学，又有几个能不上当？和徐雅丽聊完之后，张大军便用最快的速度去了昆明。雅丽，我到了，接下来去哪儿？缅北那边有点乱，不过乱世出英雄，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好，我行，怎么去？我还没办护照啊。你听我的安排，我找人把你接出来，办理出国签证什么的，浪费时间。而且国家知道你到国外创业，会收取很多个人所得税什么的。对哦，这个叫什么来着？合理避税。大家没听错，这是偷渡。当时我却觉得非常有道理，甚至觉得徐雅丽真为我在着想。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觉得咱国家是不是真有点黑？难怪有钱人都往外跑。可事实真这样吗？我摸着良心告诉大家，如果连祖国都不信，净想着这些歪门邪道，那你离上当受骗也就不远了。在昆明住了2天，第3天上午，徐雅丽安排的人就来接张大军了。来尝尝这个缅甸货，劲儿大，你这样的一根都未必能抽完。瞧不起谁呢？我好歹也是5、6年的老烟民了。事实证明他说的对，因为里面还掺杂了别的东西，迷药。就在张大军抽到一半的时候，脑子就有点犯迷糊。此时他已经离开昆明，离开祖国，被黑叔几人裹挟到了国外的山区里。不好意思啊，黑叔，醉烟了，可难受死我啊！等张大军再次醒过来时，黑叔、山子、云龙都不见了。不见的还有他的行李箱、手机以及身上的钱包。小伙体格不错啊，像你这么能撑的可没几个。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要不要跟我们干？跟谁干？干什么？徐雅丽为什么不来见我？她在哪儿？黑叔几人真是他安排来接我的？张大军是吧？你要想吃饭喝水就得听话，就得跟我们干。干好了有吃有喝有女人，干不好可就不好说了。嘿嘿。这是传销组织。被杰哥暴揍一顿过后，张大军仍抱着一丝能离开的希望。大哥，你认识徐雅丽吗？是徐雅丽让我来的，你能让我见见她好吗？杰哥听完后哈哈大笑，紧接着又狠狠踹了张大军好几脚。你不会真以为丽姐看上你了吧？丽姐看上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想少受罪就好好听话，不然有你好受。听话听谁的话？徐雅丽，我真的被她骗了吗？刚才我说的，你听到没有？不吱声，跟我哥这儿装傻呢。杰哥脾气很不好，对着张大军又是一顿输出，耳光扇的啪啪响。累死老子了，怎么就碰不上个带脑子的，非得挨顿揍才老实。杰哥点了根烟，看见张大军眼神中的恐惧，很是满意。没死就赶紧给我爬起来，杰哥带你去见见世面。张大军不敢违背杰哥的话，咬牙忍痛跟着他来到了一个操场。兴业是我家，发财靠大家，要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往前冲冲冲冲冲冲！真进传销窝了，我果然被徐雅丽给骗了。杰哥带着张大军走到操场一处角处，伸手招呼了个老传销员过来。过来几个喘气儿的，让他学学规矩，别给老子惹麻烦。人群中4个小青年往我和杰哥这边跑了过来。他叫张大军，丽姐的业绩都注意着点，别给弄死了。杰哥保证完成任务。所谓的规矩就是挨揍，把新来的猪仔彻底揍服，揍得服服帖帖，揍到听话为止。注意着点啊，别踹他后脑上，出了人命不好整。张大军没有惨叫，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挨揍，就和个死人一样。20多分钟后，4个小青年累得直喘气。张大军彻底被打老实了。杰哥老实了，还找事儿不？不敢了。什么尊严，什么骨气？张大军觉得只要不再继续揍我，让他吃屎都能咽下去。杰哥他好像有点不行了，后面分刀拿住。在这个园区，所谓分组即是
电信诈骗、拍片和打砸。而张大军所在的兴业集团倒不如其他园区那么畜生，器官买卖业务是极少的。先抬回去养一养，养乖了，过几天给程姐过目后再说。挨了2顿揍之后，张大军被4个小青年抬回了宿舍。他在木板床上足足躺了3天，吃的是白水配馒头。第4天上午，那4个小青年竟然一起来宿舍看望张大军。军哥身体恢复的咋样了？昨天看你能下地了，今天精气神更好。军哥，你别生气啊！那天要不是当着杰哥的面，我们绝对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张大军看起来年龄稍大，他们以后都是同事，自然不像刚见面时那样。军哥，我们也是被逼的，大家都是同胞。要不是杰哥让我们揍你，我们能动手吗？军哥大人有大量，以后咱们就是一条绳的蚂蚱，说不定以后还得靠军哥罩着咱们。园区很多管理层都是从底层做起的，谁也不知道张大军未来会爬到什么样的高度。你们想过回家吗？张大军话刚落下，4人脸色大变。军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回家回国这种话以后可千万别再说了。这也就是我们几个，要是被杰哥听到，揍你个半死都是轻的。我不是吓唬你，自从我来到兴业，还从来没人能活着出去。人都有侥幸心理，张大军觉得以他的机灵劲儿，等把身体养好之后，一定可以找机会离开这里。下午2、3点的时候，杰哥带着2个马仔把我的宿舍门一脚踹开。张大军恢复的不错啊，这2天想明白了没有？别想那些有的没的，跟着老板好好干，兄弟们不会亏待你，明白不？我明白，我都明白。不错，你有这个觉悟，那我就开始给你安排项目了。张大军跟着杰哥来到一处院子里，那里站着3个人，中间的是个漂亮女人，看不出具体年龄。程姐这小子是个刺头，刚来时候不懂事儿，还满脑子想着丽姐呢。这个程姐名叫张成，是兴业集团老板陈其瑞的老婆。张大军，徐雅丽介绍来的，别低着头，跟我对对眼。张大军不敢和张成对视，又不敢躲开他的目光，只好硬着头皮挺起胸膛。长得还不赖，和女人睡过吗？那方面行不行？还有其他什么特长吗？我还会按摩，还会一点针灸。张大军觉得绝大多数喜欢穿高跟鞋的女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小毛病，如果能给张成按摩，未来应该会少吃一些苦。针灸真能耐，还是假把式？往我身上扎针，你有这个胆吗？程姐，要不还是按摩吧，按摩就没事。程姐，我不敢骗你，你别动，我给你按按。张大军说着就蹲了下去，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伸手去抓张成的小腿。反了天了你！杰哥一大步跨了过来，紧跟着就是一脚狠狠踹向我的脑袋，紧接着无数拳脚落下。杰哥生气地掏出电棍，对着张大军后背就是一顿滋。行了，给他留口气儿，过2天上镜看看效果。张成说完就带着2个马仔离开了。在他看来，张大军的模样适合拍片。你妈的，你几个胆儿啊，连程姐都敢碰！话落，杰哥跟2个马仔对着张大军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过他们都没敢打张大军的脸。杰哥，哥，亲哥，别打了，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我会按摩祖传的，不是故意摸程姐，就是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张大军蜷缩着身子求饶，杰哥等人听到后终于停下了手。杰哥，我现在给你按按，你说按哪就按哪，要是还不放心，让这个大哥用刀子顶着我的脖子，我肯定不敢乱来。张大军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讨好杰哥。真会，给我捏把肩膀吧，前2天揍你揍的，抻着了。好的，杰哥，杰哥你做。张大军内心兴奋起来，如果按摩手法得到杰哥的认可，应该能让自己在兴业集团过得稍微舒服一点。这次最起码拿出12成实力来了，还好爷爷教的那些技巧没忘。给杰哥按摩了一会，他身体突然往后靠住了我，竟然是按摩按得太舒服，睡着了。张大军不敢大意，继续按着，直到1个小时后，杰哥才醒过来。张大军没看出来呀，还真有点能耐，这次还真是捡到宝了。你这个手艺从哪儿学的？家传的，我爷爷跟我爸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打小就跟着他们学。小涛建军一起去我屋，都让他给捏吧捏吧。这小子手艺不赖，专业。杰哥去你屋吗？让这小子过去，不大合适吧？在兴业集团，猪仔和马仔是分开住的。猪仔是拐骗来的，马仔是老板在国内带来的手下。有啥不合适的？他还能上天啊？走走走，都按按，这酸爽劲儿比那些娘们儿按了还过瘾。去马仔宿舍的路7绕8弯，张大军一路上隐秘地观察着地形，为以后的离开做准备。快来帮我按按，难得今天没什么事，我要好好睡上一觉。张大军点头哈腰，刚把杰哥按睡，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程姐，好好好，张大军这小子真有2手，我试过了，我这就带他过去。挂断电话，杰哥一刻不敢耽搁，连忙带着张大军往程姐的办公室赶去。还傻愣着干嘛？阿杰不是说你按摩的手艺不错吗？过来吧，给我按按。张大军挪着步子，生怕靠近张成后又窜出几人把他胖揍一顿。磨蹭什么呢？你总不会是在想要不要趁现在没人把我绑了当人质？程姐，您说笑了，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啊。张大军并非没有这样想过，但他知道无论人质是谁，他都走不出这个园区。程姐您有没有哪里不太舒服？我优先帮您按按。
小腿有些酸胀。张大军确认张成是需要他按摩，这才放下心来，左手捏住了张成的右脚踝。不一会儿，张成竟忍不住闷哼了一下下，声音很轻，听起来就好像在呻吟一样。你是不是有恋足癖啊？程姐，不然都这么久，你怎么一直都只按我的脚？那我给您按按腿，一会儿再捏捏肩。美色在前，张大军却不敢妄动，连一点邪念都不敢泛起。约1个小时后，趴着的张成醒来，这种全身轻松的感觉确实很好。手艺确实不错，我都有点喜欢上你了。谢谢程姐。行了，你回去吧，休息休息，后天让阿杰带你上镜看看效果。好的，程姐。张大军刚出办公室，外面的马仔就押着他下楼了。刚见到杰哥，他就开口了：“你小子可以啊，竟然这么快就让程姐对你特殊关照了。”杰哥，您说笑了，都是运气。要不是杰哥您推荐，我哪有机会接触到程姐？杰哥的大恩，我一定都记在心里。算你小子识相，既然程姐发了话，那我自然要好好关照关照你。走吧，先去吃点东西。园区的食堂分1、2层，张大军想跟着杰哥他们上2楼，被马仔建军制止了。2楼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你来干嘛？去，下面才是你吃饭的地。哦，不好意思，建军哥，我头一次来，不了解情况。行了，来都来了，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咱们平时吃的饭菜是咋个样的。杰哥心情大好，想到程姐开口说关照张大军，便决定带他上2楼体验一番，看看这红烧肉，看看这鸡汤，再看看这烧茄子，是不是比你天天吃的那些炖萝卜、炖大白菜好多了？是，那简直的天壤之别。3分钟后，张大军餐盘里颗粒不剩，他眼巴巴地看着杰哥。杰哥，真的有点饿了，还能不能再打一份吗？你小子上辈子是猪头胎吗？你想的倒是挺美，让你上来尝尝味就不错了。如果以后还想顿顿有肉吃的话，有2个方法。哪2个方法？这第1个方法就是立功。立功？没错，凡是为园区立下大功的，不仅会获得丰厚的奖金，而且也能顿顿吃上肉，甚至你如果愿意的话，还能直接带着10万块钱离开缅北回国内去。那我要怎么做呢，杰哥？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是可以叫来园区的？如果你能够叫来1个朋友，那你接下来半年内都能顿顿吃上肉。如果你能叫2个朋友来园区的话，那你不仅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公司还会直接给你发10万奖金。张大军知道，这就是园区的换人头机制，也是传销的重要手段之一。陈国志说过，他就没见过有人能活着离开园区，真信他们的话，也只能骗更多的猪仔过来。杰哥在跟你说话呢，你小子想啥想的那么出神儿？哦，刚刚我在想，我能叫谁过来呢？不过想了半天，发现我叫不到人。杰哥，这第2种方法是啥？这第2个方法则比较简单了，你马上不是就要被送去拍片了吗？只要你拍片的时候表现得足够好，片子卖得足够好，公司这边赚到了钱，你的好日子自然也就来了。简单来说，就是要为园区赚到足够多的钱。我会努力的，杰哥。小涛，你把人送回去，我跟建军在附近转转。小涛将张大军送到宿舍，却躺在了张大军的床上。你这祖传的手艺不错，刚才我没享受到，现在正好没事，过来给我也按按。张大军忙活了1个多小时后，小涛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张鹏几人又突然来了。军哥，今天我们几个在楼上看到杰哥带你去程姐那边了，感觉咋样？我只是帮程姐按摩，程姐很满意我的手法。军哥，你这以后发达了，可不能忘了提携我们几个啊！放心吧，之前我躺在床上动不了，不是你们替我带饭菜，我说不定早饿死了。忘了谁也不能忘了兄弟几个。4人听到都很开心，随后带着张大军一起去吃晚饭。此刻的饭堂坐满了人，一些没座位的猪仔干脆蹲在地上吃。陈哥，那些人怎么蹲在地上吃？不是有位置坐吗？军哥，咱们这边吃饭是按照业绩分餐的，你应该知道吧？业绩最好的那一波，顿顿都能吃肉和汤。你看那边几个就是像我们业绩一般的，勉强能上桌，但饭菜还是萝卜馒头。果然是园区啊，处处都激励着猪仔做出业绩。次日晨跑完后，张大军在宿舍门口遇见杰哥跟他2个马仔。杰哥、小涛哥、建军哥，昨天休息的咋样了？挺好。那就行。昨儿个小涛回去说在你那又按了一会儿，建军说他昨天还没按，所以我懂。建军哥今儿什么时候有空，我帮您按按。现在就有空，去你宿舍吧。公司那边来了几个新人，我和小涛去接一下，你们先按着。杰哥带着小涛离去，建军来到张大军宿舍，皱着眉头。我说你小子到底有多久没洗澡了？这被子都发臭了，差点熏死老子。对不起，建军哥，我这过来后还不知道哪里能洗澡，就连牙刷和洗脸盆都没有，也没人告诉我哪里去弄。行了，真他妈麻烦，你先给我按，待会儿按完了我去给你拿一下。次日，正在参加晨跑的张大军被杰哥叫离了队伍。别跑了，跟我们走。程姐交代过，今天要带你去试镜。你小子可得好好把握，要是效果让程姐不满意，那你可就得回来敲键盘了。在杰哥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一栋大楼前，门前有2位穿着迷彩服的内保，手持枪械。程姐，让我们带这家伙来试镜。杰哥带着他来到摄影大楼最里面一间房。你小子发什么愣，还不赶紧的？张大军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硬着头皮走到了房间中央，接受所有人的审视。
我说阿杰，你带来的这家伙有多少天没洗澡了？臭的要死就不说了，怎么连头发都油成这样子？让我怎么拍？新来的猪仔不懂事，还不去洗，洗干净了再拍，快点，给你3分钟。张大军去卫生间用肥皂快速清洗了一遍，刚想要穿衣服就被导演制止了。特妈的还墨迹啥？反正待会要脱光穿个屁，给老子麻溜滚出来！这么多男人注视下，张大军多少有些不适应，内心还是有些抵触的，动作也就不那么利索了。二姐，你怎么调教的人？行不行啊？不行，赶紧滚蛋，别耽误老子的时间。杰哥脸上的笑意消失，阴沉朝着小涛使了个眼色。小涛揪着张大军的头发拖进卫生间里，别打脸，打成猪头就没法拍了。3分钟后，杰哥板着个脸过来制止了小涛。大军啊，来的路上我不都已经给你交代明白了吗？接下来主动点，不然回去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明白。明白了，杰哥，那快点开始吧。张大军一愣，一时不知怎么开始。没有台词，没有动作指导吗？不要再让我提醒第2次，否则……为了活命，为了不挨打，张大军主动起来，扑向女孩。完事后，那女孩直接卫生间洗漱去了。等女孩洗完，张大军起身也打算过去洗一洗。谁让你起来了？还要继续拍的？啊，还有啊！接下来，在矮胖子导演的指挥下，张大军又接连拍了2场将近3小时的戏。等所有人都离去了，张大军瘫在床上，动都不想动一下。妈的，你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赶紧洗洗，回去了。你小子体力不错啊，看来身体挺好。小涛哥，你就别嘲笑我了。让张大军欣慰的是，这回杰哥又带他上了2楼的食堂，他终于又能吃上一回肉了。下午，张大军正在宿舍养精蓄锐，建军将3个小青年丢进宿舍，拿着电棍就是一通招呼。小军儿，这3个是杰哥安排过来给你当室友的。刚刚我已经跟他们说过这里的规矩了，你回头再教教他们，可不要再让他们干出什么坏规矩的事儿，知道吗？知道了。行，那我先走了。张大军见他们瘫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便走过去看看情况。哥别打了，我不敢了，我再不敢了。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打你干嘛？这宿舍除了我睡的这张床，其他床位都是空的，你们自己选一张吧。大哥，你也是被骗来的？不然呢？大哥，你能告诉我们这里到底是哪儿啊？这里是缅甸，更准确的说是缅北。我说你们几个人都在这里了，难道连这是哪都不知道吗？接下来张大军跟他们聊了会，原来他们是公司组织去泰国旅游，随后被人卖到这里来的。他们让做什么，老实照做就行。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过得很舒服，但就在几天前，我都跟你们一个下场，天天挨打。知道了。接下来几天，张大军偶尔会被杰哥叫去按摩，其他时间都是待在宿舍，直至3天后的下午。杰哥招你过去呢。好，小涛哥，你稍等，我马上来。张大军来到杰哥宿舍，卖力的帮杰哥按着。大军啊，我刚从程姐那边回来，你拍的那3部片在网站上点击率都挺高的，已经开始给公司盈利了，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顿顿有肉吃了。张大军听见有肉吃，手上的活更加卖力起来。另外，从明天开始，小涛每天都会带你过去，到时候自己有点眼力劲，不要给我找事，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我知道的，谢谢杰哥。为了不再挨打，张大军咬着牙拍了片，没想到片子播放率很高，为公司赚了不少钱。为了赶热度，张大军每天至少拍2场，甚至有时候导演来了兴致还得加拍，最多1天足拍了5场。水牛也经不住这样搞，这样再拍个5天，估计我得精尽人亡了。如果能碰上程姐的话，或许可以跟她求个情，换下工作，至少不要再拍片了。想着想着，张大军就睡着了。次日一早，洗漱过后的张大军刚回到宿舍，就被人一脚踹飞。小涛哥，干嘛打我？孙涵他们3个逃跑的事，你有参与吗？啥？孙涵他们跑了？废话，今天一大早就不见了人影子。现在园区已经出动几10个内保去抓他们。你跟他们一个宿舍的，我还亲手把人交到你手上，让你教他们这里的规矩。现在人竟然跑了，你是干什么吃的？小涛越说越怒，抬脚狠狠踹在张大军身上，任凭张大军怎么求饶也没停手。你真不知道他们要跑？杰哥，我是真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他们要跑，我肯定早就给您报告了，不可能还傻乎乎的看着他们跑了，连累我啊。张大军心里疯狂咒骂那3个不讲义气的家伙。妈的，逃跑竟然不喊我！实际上，张大军是知道一些的。那3个家伙下班后经常聚在宿舍角落里嘀嘀咕咕的。出事了，总要有人背锅的，你懂吧？妈的，如果那3人不能抓回来，又不能证明我是无辜的话，我就要被拿去顶缸了。杰哥，我是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也不知道他们想跑，不信您可以查查。好了，先把人关水牢里去，等什么时候搞清楚了，再什么时候弄出来。小涛一把掐住我脖子，将我半提起来后，拖着朝园区西南角走去。涛哥，不劳您动手，我自己走，您放心，我肯定不跑。哼，那就自己往前走吧，敢耍花样，当心我弄死你。涛哥，我是真不知道那3个家伙什么时候跑的，您能不能跟我说说他们到底怎么逃的？那3个家伙趁着今天早操，跑到了食堂那边，偷偷扒在运送食材的货车车厢底下，直接被货车运了出去。张大军没想到，这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逃跑方法，竟然真的行得通。
到了，自己滚下去。张大军看了看水牢，那水面黑油油的，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味。小涛哥，涛哥，那3个孙子逃跑的事，我是真不知情。您能不能跟杰哥求个情，不要让我下去？这水，也太脏了。我不重复第2次了，你是自己下去，还是让我把你丢下去？我自己下去。等等，小涛哥，怎么了？张大军满脸期待地看向小涛，以为他改了主意。差点忘了，下水牢的人都要绑起来，咱们也是熟人，看在你给我按摩那么爽的份上，我就不给你5花大绑了，手绑一下，意思意思就行。小涛将张大军绑好后，对着张大军的屁股就是一脚，随后关上牢门离开了。水牢的水深约至胸口，张大军感觉整个人都浸泡在农村的化粪池里一样，连张嘴呼气都难。第2天中午，张大军模模糊糊看到有个人朝着水池边走来，他已经被折磨得快要崩溃了。小涛哥，涛哥，我真不知道那些人要跑啊，你饶了我，下次我绝对会多加注意的。小涛哥，这次是我错了，虚军哥，别喊了，是我呀。今天早上又没见到出操，跟内保打听才知道你出了事，我偷摸着给你带了个馒头，你赶紧吃了。张大军看到馒头后，身体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力气，靠着水牢让吴鹏喂他。有水吗？军哥，晚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弄点水，你先休息休息，我得走了，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给你带吃的。当太阳西下，天色将要抹黑的时候，远处有一道人影晃晃悠悠地朝这边走来。杰哥，我在这，我知道错了，杰哥，求求您了。行了，别瞎嚷嚷了，待在这的日子不好受吧？不好受，肯定不好受。杰哥，我以后肯定会多注意。知道我为什么把你送到这儿关着吗？因为那3个家伙跑了。在这边有个规矩，之前可能没来得及告诉你，如果发现同宿舍的其他人有要逃跑的迹象而隐瞒不报，那一个寝室的所有人都要跟着一块倒霉。如果不是我及时下令，先把你给关到水牢来，你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个未知数了，懂吗？杰哥为我好，这点我一定记在心里。杰哥您放心，以后再有新人来，我肯定会多加留意，绝不给杰哥您添麻烦。你能想明白就好。行了，上来吧，自己回去洗洗，20分钟后在操场那边等我，我带你去见程姐。程姐要见我？快点，不要让程姐等。洗漱房里，张大军一顿猛搓，可总觉得那味道已入肉3分，很是上头。杰哥让我带给你的，赶紧点，别恶心到程姐了。谢谢小涛哥。洗漱完毕，张大军回到宿舍，就着冷水啃了3个馒头后，快速到达楼下。杰哥，我这事是不是就算过去了？如果能把那3个人抓回来，你可能会少受点罪；如果那3人抓不回来了，你肯定还得接着倒霉。窝你妈3个狗东西害老子，抓回来我亲自干你们！杰哥带着张大军朝着程姐那栋楼走去，张大军却在盘算着一会怎么跟程姐求情。到了程姐的办公室，程姐挥了挥手让杰哥出去。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处理园区的事，脖子有些累着了，来给我捏捏。哎，好嘞。张大军兴奋答应，这次捏得更加卖力，力争将这根救命稻草给伺候好了。听说你那几个室友跑了？是啊，程姐，那几个家伙不声不响的偷偷跑了，搞得我现在还被杰哥他们误会了，以为我知情不报。程姐，我是真不知道啊，您看您能不能打个招呼，饶过我这一次？只要您帮我这一次，我肯定当牛做马的伺候您。怎么，如果我不帮你，你就不肯当牛做马的伺候我了？张成巧笑嫣然的回头朝着张大军瞄了一眼，眼里尽是媚态。程姐，您别误会，不管您帮不帮，我肯定都愿意伺候您。只是听杰哥的意思，如果那几个人抓不回来，我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伺候程姐，您都不一定了，所以我才斗胆跟您开口。先按着吧，今天把我伺候舒服了，我自然会替你打这个招呼。时间一点点流逝着，张成在张大军的专业手法下睡着了。他半蹲在沙发旁，双腿是又酸又麻，偏偏还不肯停。又是1个小时后，门外传来脚步声，进来了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子。张大军停下了手中的活，见来人气质不凡，应该是园区的狠角色。怎么停了？继续按啊！程姐，有人来了。小程，我这是打扰你了。你怎么来了？愣着干什么？继续按。先出去吧。金丝边眼镜男挥挥手，张大军见程姐没说话，乖乖出去。海哥，坤哥，他是谁啊？你想找死啊？刚刚那位是咱们的大老板啊。他就是园区大老板陈其瑞。妈的，我当着人家老公面按摩，他不会弄死我吧？陈其瑞在房间里待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张大军不敢走，只好跟小海、坤子2人在门外候着。听说你的按摩手艺很不错。回大老板，我这手艺是祖传的。改天有空给我也按按。陈其瑞说完就离开了。张大军硬着头皮进入房间，只见程姐已经换了套衣服，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聊了些什么。听阿姐说，你最近拍片不太配合。杰哥，你跟这位还说这种事吗？程姐，那个导演太凶残了，每天都得拍好几部，我这实在有些吃不消啊。您看能不能每天少拍点，让我干点别的也行啊，不然我坚持不了多久，真就要死在那了，到时可就没人再伺候您了。既然这样，以后你就不用再去拍片了。小海，你进来一下。
陈姐，待会儿你跟阿姐说一声，先让大军去电闸部待着，让阿姐带带。另外，逃跑那几个人已经抓回来了，你也跟阿姐说一声，让她别再追究大军的责任了，就说是大老板吩咐的。我知道了。谢谢程姐，谢谢程姐。第二天一早，张大军被一阵敲门声给吵醒，开门一看，陈国志、张鹏、吴鹏的4个家伙正笑嘻嘻地站在门外。军哥，你没事了？应该没事了。对了，鹏哥，谢谢你之前的馒头了。嗨，都是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军哥，赶紧准备准备，马上就要跑早操。好。听到要跑操，张大军不敢再迟疑，简单洗漱一下，跟陈国志几人一块去了楼下。将近1个小时的跑操很快结束，一群人正要拖着疲惫酸软的身子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道响亮哨声豁然响起，所有人全部在广场中央集合，主管有事要吩咐。主管，军哥，你是不是还没见过郑主管？这个郑主管听说是咱们大老板的表弟，现在是电闸部门的主管，主要负责统管电闸部门的一切事务。不过平日里一般都交给了类似杰哥这样的内保和部门小组长去处理，他自己很少插手园区里的事。今天啥情况啊？竟然要亲自露面！一队人马突然从园区南面冲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身高至少1.9米的大光头，最前面那个就是郑主管。别说话了，郑主管很残暴的，开会时最讨厌别人议论。妈的，原来是这3个家伙，差点没给他们把我坑死。这3个混蛋，想必在场许多人都认识吧？所有人目光都汇聚在跪地的3人身上，没有谁开口说话，一个个都沉默看着。这3个混蛋可聪明了，前天一大早竟然趁着食堂师傅运送食材，偷偷跑到货车底下藏着，顺利给他们跑出了园区。不过可惜啊，这里是缅北，我告诉你们，只要我不答应，就没有人能顺利逃出去，哪怕你逃了，我也照样能把你们给抓回来。郑主管说完，伸手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匕首，伸到了那个叫孙涵的家伙脖子底下。只见他用力一挑，孙涵的双眼瞬间瞪大，挣扎着痛苦，用双手捂住了脖子。人群中一片惊呼声过后，全场没人敢大声说话，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救人。都看到了吧？逃跑就只能落得这么个下场。其实你们想回家很简单，只要在这边认认真真的工作，努力完成业绩，到时候就能带着公司奖励给你们的钱回国。为什么非得逃跑？难道在这里公司还有亏待过你们吗？郑主管狰狞的神情越说越激动，他拿着那把带血的匕首指向排在队伍前端的一个人。你说公司有亏待过你没有？没有。你呢？没公司挺好的，没亏待过。都听到没有？你们2个杂碎，听到了吗？听到了，主管，我错了，我们一定好好工作，再也不敢了。主管保证没有下次，求您放过我们。现在才想到求饶，嘿嘿，晚了。郑主管毫不留情地冷笑一声，一把薅住朱昌的脑袋，将他的头也给抬了起来。我们兴业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但同样的，我们兴业也无法接受任何一个杂碎背叛公司。话落，郑主管手一沉，匕首在朱昌脖子上划了而过。现在鸦雀无声，只有朱昌脖子滋滋流血的流水声。轮到你了。短短几分钟连杀2人，现在竟还想杀掉第3个。各位，刚刚那2下子是不是给的太痛快了？这样，接下来咱们慢一点，好让你们慢慢的欣赏。说完，郑主管一甩手，直接将手中匕首抛给了不远处一个马仔。小天，你先来露一手。谢谢主管。小天拿着匕首便朝着瑟瑟发抖的杨波走了过去，手中匕首唰的一下扬起，他把杨波的耳朵割下来了，当成战胜品向众人展示着。接下来10分钟内发生的事，其残忍程度可以震慑现场每一个猪仔，令人终生难忘。今天这个画面，希望大家都给我牢牢记住，我不想再看到有人重蹈覆辙。若再有人逃跑，我一定保证下场会比他们更惨。来几个人把尸体拖后面喂狗去，其他人都散了。郑主管训完话，立即有马仔指派了几个猪仔，那几个猪仔哪敢反抗，老老实实的把孙涵2人的尸体一抬，朝着后面那个巨大狗场而去。他再一次见识到了园区的毫无人性。处决大会散会后，杰哥把张大军叫到面前。大军啊，程姐那边已经跟我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去电闸部门，现在我带你过去，给你安排一下。谢谢杰哥。杰哥点点头，没再说什么，领着我朝园区中央的那栋写字楼走去。大军，我有点奇怪啊，你不是拍片拍得挺爽吗？咋突然调到电闸部门去了？是得罪了程姐还是？杰哥，我去那边，您应该也知道是干嘛的。昨天程姐心情不错，我身子骨却有些受不了。所以就试着求了一下程姐，让程姐帮我调去电闸部门，不然继续拍下去，我怕自己到时怎么死都不知道。嘿，你小子还真是有福都不会享啊，多少人羡慕着呢。你该不会以为搞电闸会很轻松吧？那自然不会，但再差总好过拍片吧。
杰哥没有再说什么，领着我进入了一间200多平的大办公室，里面摆放着密密麻麻的电脑桌，那些猪仔们敲键盘的敲键盘，打电话的打电话，忙忙碌碌。杰哥，你找我啊？你们组不是刚少了3个人吗？他就先放你们组，你亲自带他看看，能适应最好。如果适应不了，就跟我说。好嘞，杰哥放心，我一定把人带出来。这是你今后的组长周超，你可要好好干，程姐还有我都看好你哦。杰哥走后，周超一脸好奇地盯着张大军。杰哥最后那句话不得不让他谨慎对待。你跟杰哥是什么关系啊？刚刚杰哥没有直接把话挑明，也没有说出我的具体身份，尤其还提了一嘴程姐，想必这位小组长现在面对我，心里应该是没太大底气的。我身上被殴打的痕迹，而且杰哥还说了，如果适应不了，就去找他，肯定让这个周超产生了某些微妙误会。我跟杰哥其实也没啥关系，超哥，你不要误会了，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的管我就行。还不知道你叫啥？怎么称呼？超哥，我叫张大军，你叫我大军就行了。好，大军啊，这3个有电脑的位置你都可以随便选，不过最好呢选我旁边这台，这样我可以多点时间带你。多谢超哥，那我就坐你旁边好了。这个位置之前是孙涵坐的，就是刚刚因为逃跑让主管给弄死的其中一个。不过他也没在这儿上几天班，电脑里有 QQ 和微信账号密码。旁边这个是话术，你要多看多背，争取尽快将要点给记下来，背熟练了。谢谢超哥，自家人不用客气，先去看看话术。微信和 QQ 有消息也不要急着回复，等把话术学会了，能熟练运用了再来找我，我教你怎么回。周超交代了一句，笑眯眯转身回了自己的位置。张大军则拿起了一本装订简陋的话术手册。下午2点时，张大军感觉已经熟读手册了，便找到周超。超哥，我感觉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学得还挺快。既然这样，咱们就先试试手。接下来，在小组长周超的指导下，张大军打开电脑，从一个文档中将 QQ 账号和密码给复制了出来。那是孙涵以前用着的。先回复一下以前的消息，看看有没有合格的肥猪。张大军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复消息，都是一些口花花的家伙，并没有肥猪上钩。QQ 只是咱们获取用户的渠道之一，不用太上心。去看看微信，微信客户才是真正的大肥猪。周超给了我一部手机，我刚登录上微信，立马就弹出一大堆对话提示框，其中竟还有好几条有待领取的红包的提示消息。可惜时间太久，那些红包已经过期，被退了回去。你知道这些被退回去的红包意味着什么吗？什么？意味着有更大的红包和更多的信任。在电诈行业，这是一种欲拒还迎的操作，很常见却很好用。打个比方，这个账号的人设是一个清纯傻白甜，遇到一些舔狗上来给你嘘寒问暖，甚至直接发红包过来。这时候如果你领了红包，可能就会降低印象分，甚至被打上一个拜金女标签。再想从他们手里骗取更多的钱财，难度就要大增了。所以放长线才能钓大鱼。这样你待会儿看看跟肥猪们的聊天记录，筛选一下，将那种一看就是开玩笑或者穷屌丝的人删掉，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榨不出多少油水的。剩下的你再回复，就说你生病了，在医院待了好些天，今天才刚恢复过来。然后你去网上筛选一些病床照片，记得要截那种类似手机拍摄的。当他发完生病的朋友圈，然后一一回复消息的时候，不少的红包跟转账便发过来了。这些钱回头都会算到你的业绩里。那些给你发了红包的，记得好好安抚，语气暧昧一点，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跟你谈恋爱，这样后面就能搞到更多的钱了，知道吗？知道了。张大军一边感叹女孩子赚钱容易，一边强忍着心头恶心，用女孩子撒娇的口吻陆续感谢那些给我发红包的人。安抚好那些肥猪后，张大军开始操作第2个微信账号。这次斩获没有上一个账号那么好，但好歹也收了600多红包。接下来的账号人设各有不同，整个下午张大军都在回复消息、收红包、收转账。跟拍片相比，我感觉还是这边的工作更累人。这个累不仅仅体现在身体上，还有心理。一双手从上班开始就一直在敲键盘回消息，几乎就没有停下来过。而且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心里会产生了些许罪恶感。大军啊，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后面只要再熟练点，业绩肯定很快就能赶上来。晚饭后，周超又召集小组人员，说要开什么复盘会。小乐，你的性子优柔寡断，该切的时机没有把握住，需要多加练习。你又太过急躁了，跟客户还没有建立足够信任，就想着切客户，所以成功几率非常低。接下来要表扬咱们组新来的组员张大军。大军虽然今天刚来，但已经开出了2000多块钱的业绩了。后面再给他一些时间积攒客户，相信很快便能追赶上大家的进度。来，大家给大军鼓鼓掌。例会结束，其他人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张大军回到了自己座位上，又是敲键盘，又是回微信，直到晚上10点，周超才宣布下班。累了一天，张大军回到宿舍也没了洗漱的心思，躺床上直接睡着了。这一刻，他有些想念拍片的日子了。第2天一早，房门再次准时准点的被敲响，打开门一看，果然是陈国志他们4人。陈哥，几位鹏哥，早啊！早。对了，军哥，昨天看到你怎么去电诈部门了？
拍片那边身体吃不消，所以让程姐帮我调了个部门。牛气啊，军哥，想调哪就去哪，羡慕了。就是军哥果然厉害，怪不得我从见到军哥的第一眼起，就感觉军哥不是普通人。对啊，哥几个，你们休息休息，我先去洗漱一下，昨晚太累了，回来直接睡了。早操结束后，张大军回到了电诈部的岗位，又开始了诈骗的一天。大军奥利给，今天要好好努力。好的，超哥，我一定会努力的。今天的诈骗行动不太顺利，直到下午2点，张大军才开了几百块的小单。周超见张大军有些急躁，便过来安慰：“大军没事儿，你还有5天呢。”超哥啥5天？杰哥没告诉你吗？没有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注意吗？新来电诈部门的员工都有一个1万元的业绩考核指标，如果在1个星期内不能弄到1万块流水，就会遭受惩罚，轻则让家里打钱补上，重则直接挨揍，甚至关水牢。虽然你是杰哥带来的，但这规矩却是大老板所定，我也没办法啊。好在你昨天已开了2000多业绩，加上今天的总业绩有3000上下了，剩下5天再搞7000就行，很轻松的。谢谢超哥，今天忙活了1天，也才弄了300-400，这还不难。接下来的2天，张大军的业绩还是惨淡，4天加起来还不足4000块。周超看他的眼神都有些异样了。在第4天下班后，张大军匆匆跟周超告了别，下楼追上了陈国志他们4人。陈哥、鹏哥，等等我。军哥咋了？张大军挠挠头，将自己所面临的处境跟他们4个简单说了一下。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不是有一个账号是黄波人设吗？在咱们这儿最容易窃的不是什么赌博，也不是什么菠菜，反而是这些色鬼。实话告诉你，我每个月的业绩里至少有1/3以上是这些色流给我提供的。要我说，接下来还剩3天，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账号你就先别管了，全心全意去做那个黄波人设账号，只要切到1-2个，你这关就过去了。陈国志3个也是连连点头，表示来钱快还得搞黄色。好，谢了，等我度过了这一关，回头找机会感谢哥几个。回到宿舍后，张大军躺在床上，脑子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着明天应该如何去做，怎样才能更快的赚满1万块。至于逃跑，他现在已经没心思去想了，暂时也没有那个勇气去做。张大军为了完成业绩，将所有精力用在了那个黄波人设的账号上。进入电诈部门的第6天，他终于又开单了。这5000块再加上之前的，总算在7天内完成了1万的业绩了。下午7点多，张大军还在卖力的撒网诈骗，杰哥却将他喊出了办公室。杰哥，你找我？刚你们小组长跟我提过，说你已经顺利完成新人考核了。侥幸，给你2分钟时间，回去收拾一下，然后跟我走。去哪儿？等我2分钟，杰哥。张大军急忙跑回座位上，将刚刚没处理完的账号挑选几个重点客户，简单处理了一下，然后找到周超。超哥，杰哥那边找我有事，我得出去一趟。行，去吧。张大军离开办公楼，跟着杰哥来到了他的宿舍。原来是杰哥想找他按摩了。你过来有多久了？有半个多月了吧。还没跟家里联系过吧？手机早就没了。你这长时间不跟家里联系也不行啊。这样现在打电话报个平安吧。记着，不要耍花样乱说这里的事，不然后果你应该清楚。多谢杰哥，我肯定不会乱说的。张大军把电话打给了他老爸，说前段时间我的手机不小心摔坏了，这边的交通没那么发达，所以一直没去买新的。今天正好在镇子上借用别人的手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放宽心，不用担心。在将手机递回给杰哥之前，张大军还是忍着可能遭受惩罚的后果，将刚刚拨出去的那条通信记录给删了。他担心父母的号码被知道后会连累家人。刚刚表现的还不错。大约按了40多分钟后，杰哥悠悠的醒来。杰哥跟您打听个事，今儿个心情不错，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无关紧要的话，我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杰哥，迎来新业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吧？问这干嘛？2年多，比薛雅丽来的还早，那肯定知道薛雅丽的情况。杰哥，你也知道我跟丽姐是大学同学，我想问问您关于丽姐的一些事，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种。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就不问了。不该打听的就不要去打听，免得给自己招惹麻烦。是，虽然详细经过我不能说，但却可以告诉你，丽姐当初好像是被她男朋友给卖了，卖到了一家赌场里。然后大老板恰好在赌场，听说大老板很欣赏她，所以花高价买了过来。还给他委派了重任，现在应该在外面忙着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你就有机会能见到丽姐了。张大军默默记下这些信息，心中想着到时候看能不能求徐雅丽，看在一场同学的份上放过自己。抱着这样的想法，张大军又在园区内待了将近20天。因为打字速度快，聊天频率高，加到的好友数量也多一些，每天的业绩流水都挺可观。今天是业绩流水盘点日，排名越高待遇就越好。如果排名低，甚至连基本业绩都没有完成的话，那麻烦就大了。今天又到了1月1度的业绩大比拼环节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谁业绩完成的好，谁业绩完成的差，谁的业绩没有完成。排名第一的是3组，流水为3736520元，大家给3组鼓掌。郑主管发话，瞬间现场掌声雷动。排名第2的是2组，流水为3323100元，来，大家给2组也鼓掌。
第3名是8组，流水为2891532.5元。接着是第4名、第5名、第6名，都是过100万的业绩。第9名是第9组，流水为213765.2元。当杰哥公布第9组成绩时，周超的脸色非常难看。他是第9组组长，怕是要遭罪了。从今天开始，3组每天可以吃3顿饭，并且顿顿有肉。2组每天可以吃2顿饭，中午1顿有肉，其他组都可以2顿饭。9组的小组长上来。此话一出，周超的身子微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他硬着头皮走出队伍，朝着郑主管走了过去。说说吧，为什么没能完成业绩？回主管的话，我们小组是刚刚成立的，人数不够，月初的时候还跑了3个，哪怕现在一共也就7个人，所以你们就没能完成业绩，对吧？主管放心，下个月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还会将这个月欠下的给补上。哼！即便如此，也不是你们没能完成基础业绩的理由。这样，9组全员先关1天水牢，明天再工作。如果下个月做不到你说的，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谢谢主管，我保证下个月的业绩一定达标，而且会补上这个月欠下的。滚下去吧，别在老子面前碍眼了。在兴业发财的机会随时都有，就看你们能不能把握住了。今天在这里，我要着重表扬一个人，张玉荣，你上来。人群中，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家伙挤了出去，朝郑主管走去。他脸上不仅没有害怕，反而透着兴奋与期待。玉荣这胖子，前些天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遇到一个拆2代，骗了人家130多万，3组的业绩就是这样才冲到第1的。我估计郑主管是要给他发奖励。谁说不是呢？那个拆2代也的确够傻叉的，明明是广东人，竟还能被这么低级的资金盘给骗去100多万，简直绝了！不知道郑主管这一次给啥奖励，是现金还是去惩戒他们那拍片？上月的表现不错，接下来还要再接再厉啊！是我会继续努力的。这3万块现金是公司给你的提成奖励，除此之外，你下个月可以去拍3次片，回头我给程姐打招呼。谢谢主管，我一定为兴业誓死效力。1个月拍3次片，这就是纯享受了，不像张大军那榨干式的拍片，1天3、5次。我很看好你哦，归队吧。张玉荣兴冲冲回到队伍，一想到能有3次拍片的机会，心里乐开了花。刚刚我给他的这些，你们想要吗？想就对了，他妈的哪有男人不想女人？我郑金龙今天把话撂在这里，只要你们能开出100万级以上的单子，或者个人业绩能破100万，都可以直接来找我申请，无论票子还是女人，我统统可以满足你们。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散了。人群散去，当张大军朝着办公楼走去时，周超在后面叫住了他。超哥，怎么了？不用去那边了，直接去水牢吧。张大军脸色一变，这才想起来，这一次他们组垫底了。这个月刚开始的第1天，得去水牢泡着。周超随后又找到其他几名组员，一共7人往水牢走去。今天泡完回去，都他妈给我努力点，争气点。今天我就不说什么了，但如果咱们下个月还垫底，那你们就泡死在这里面，都不用上来了。周超一咬牙，率先跳入了臭水潭中，其余组员也只能捏着鼻子一起走入了污水中。组长，按照平均业绩算下来，咱们其实是达标的，但人不够，得想想办法啊。对啊，组长，你啥时候去都有几个人过来？是啊，不然那空缺只能咱们自己填，太难了。你们以为我不想要人，但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园区一直没来新人，不然我第1个就去要人了。大军，你跟杰哥他们熟，回头能不能问下杰哥，啥时候来新人？此话一出，边上5人一脸期盼地看着张大军。这个月是泡1天水牢，下个月不达标可不是这么简单了。好，回头见着杰哥，我问问张大军，你跟杰哥他们到底啥关系呀？为啥经常看到杰哥和小涛哥他们来找你？就跟你们一样的，也没啥特殊关系。 9组人员这一泡就是整整1个白天，直到傍晚时分，众人才敢离开水牢。张大军饥肠辘辘地回到宿舍，拿着那块小涛送他的香皂去了洗漱房，在里面猛搓半个小时。刚回到宿舍，却发现里面有人在。陈哥、鹏哥，你们怎么来了？军哥，你饿了1天吧，先吃完再说。陈哥，你们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吗？大军哥，我们能相信你吗？气氛突然变得严肃，张大军本想摇头说不能，可想到几人这些日子对他的所作所为，心中又涌现出一丝丝暖意。看到张大军点头，张鹏突然唰一下子跪了下来。你这是做什么？当我是兄弟，有事就说。张鹏站起身后，目光又朝着一旁的陈国志几人看了看。陈国志立马朝着宿舍门走去，打开门探了探外面，确定没人。搞这么小心翼翼，这几个家伙想跑。张鹏几人来到张大军宿舍，在确认了张大军是信得过之人后，竟说出了内心蓄谋已久的想法。大军哥，我们打算逃出去。你们疯了，根本就不可能跑出去啊！前几天的事你们忘了？一旦
大军哥，我有苦衷。发生什么事了？张大军感觉他们不应该这么鲁莽地做出要逃跑的决定才对，还来告知刚认识1个月的自己。大军哥，你也知道，我们来这里已有半年多时间了，如果不想着逃跑，能努力完成任务的话，其实也算不错的。那你们？他们太欺人太甚了。我所在的第5组每个月都会增加业绩，今天的盘点刚过，小组长就又给我加了业绩。如今我每天都要完成3000的量。园区规定只是每人每天1000的业绩啊，只要能完成就没事。可现在管我们的小组长却要求我们每人每天3000，每个月至少10万的业绩，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完成，可若是运气不好，动辄就会挨打挨骂，甚至还胁迫我们找我们的家里人要钱。张大军听完这番话，微微皱眉。那些小组长为了业绩，的确啥事都干得出来。周超平时笑眯眯的，可今天也定下了每天1500块的业绩。当然，如果仅仅这样，我也没啥说的，至少不敢想要逃。但最近我家里出事了，我必须回去。今天小组长让我们跟家里要钱，说要把上个月没做到的业绩给补回去。张鹏无奈打了个电话，哪知道这一打才发现，公司这边早就背着他，问他家里要过钱了，足足20万呢。还是上个月要的，说给钱就放人，可钱打过来了，人根本没放出去。今天本来是去要钱的，结果却听到张鹏他妈住进了 ICU 的消息。他爸说他家里已经砸锅卖铁了，现在连医药费都凑不齐了。张鹏他妈怕是待了大半年，我早就看透了。就算我们真完成规定业绩，就能离开吗？如果没有我妈这档子事，我可能还会乖乖待着，慢慢寻找机会。但现在哪怕我能等，我妈她也等不起啊！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家里人，是我害死我妈啊！的确，在这里待了1个多月，我也没见有哪个组员能顺利离开的。张大军一直按兵不动，是期盼见到徐雅丽，希望徐雅丽能心软放过他。你们想好怎么跑了吗？大军哥，你还记得咱们吃饭的那个食堂吗？那有什么问题吗？那个食堂处理垃圾的地方，你可有印象？张大军印象里，那里好像摆着2个大垃圾桶以及下水道。我看过了，把下水道的铁丝滤网拿掉，就可以钻进去，直接穿过院子围墙逃到外边。就这么简单？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那个铁丝网，我们没办法徒手弄开，需要工具，至少得有一把老虎钳。但在园区内，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得手。你们不会以为我能拿到老虎钳吧？园区的检查十分严格，几乎是5步1岗10步1哨的，在办公楼每天下班都要搜身的。如果说我们这几人中谁最有希望拿到老虎钳，绝对非军哥你莫属了。我怎么拿？我连哪里有老虎钳都不知道。你们该不会是让我打杰哥那边的主意吧？如果说园区里哪里最可能有老虎钳，恐怕还真就属杰哥他们的宿舍了。咱们这几人里，也就大军哥你跟杰哥他们走得最近，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机会。难道大军哥你不想逃出去吗？可是如果被杰哥发现，我一定是会被他打死的。大军哥，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待在这里？而且能不能待一辈子还不一定。一旦咱们的价值利用完了，很可能会卖给其他园区，到时还能不能活着都说不好。在那里能钻出去，你们真有把握？当然，只要用老虎钳把过滤往前开，我保证。我考虑考虑再说吧。张大军说完，陷入了沉思中。他总感觉这事的成功率微乎其微。那今天就不打扰大军哥了，军哥你好好休息，我们几个先回去，那个事也不着急。若大军哥你想试一试，随时来找我们。张鹏几人离去，张大军则是坐在自己的床铺上，陷入了沉默。我不想逃跑吗？但能逃出去的希望太过渺茫了。第2日天一亮，张大军正常开始上班。现在每天的流水必须要达到1500块，要是低于这个数，月底就要家里拿钱来补。5天后的晚上，正躺在宿舍的张大军突然被小涛给叫了起来。杰哥腰扭到了，让你过去给他松松。张大军连忙爬起，跟着小涛一块往宿舍那边赶。路上还询问了情况。杰哥应该是用力太猛了，把腰给扭了，你懂的。好，我知道情况，就方便对症按摩康复了。杰哥就在楼上等你，我去买几包烟，你自己上去。小涛丢下话便转身离开了，可张大军却看见他没往园区小卖部方向走，而是去的正门。张大军当时没多想，上楼来到杰哥的宿舍，只见杰哥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杰哥好，大军快帮我按按，疼死我了，动一下都会疼。张大军点头应下，来到床边，一边帮杰哥按着，一边询问腰疼的位置，以求更精准的按摩。不一会儿，杰哥就舒服的睡着了，口鼻间传来了轻微的酣睡声。张大军不知怎的，有点鬼迷心窍一般，目光老是忍不住往四边看。当目光扫到杰哥床头椅子上时，他再也挪不开了。这一按便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张大军轻轻喊了几声杰哥，却没有得到回应。这货睡着了。
当张大军的目光再次聚焦那把老虎钳时，他仿佛能听到自己快速跳动的心跳声。看看杰哥，又看看椅子上的老虎钳，最终张大军一咬牙，小心翼翼摸了过去。老虎钳轻易到手，张大军正要往兜里揣时，却突然想到什么，他迅速将老虎钳放在了旁边的衣柜顶上，往里推了推，确定在外面看不见了，这才装作若无其事样子，继续帮杰哥按捏肩膀。很快又是小30分钟过去了，张大军犹豫着要不要就这样离开时，建军从外面进来了。还是杰哥会享受啊！建军说完，随手从一旁桌子上拿了一瓶水，拧开盖子，咕咚咕咚灌下了一大半。你渴不渴？谢谢建军哥。我睡多久了？大概有1个小时了。行，赶紧回去歇着，明早还跑操呢。好，那杰哥再见，建军哥再见。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张大军心中泛着嘀咕，不知杰哥他们会不会在意那把老虎钳。如果杰哥他们并未在意一把老虎钳，丢了就丢了，那等下一次有了机会，我就可以悄悄地将老虎钳带出来。现在东西不在我这儿，即便他们意识到不对，特意来搜，也搜不出任何证据。接下来的几天，张大军除了正常上下班外，偶尔也会担心杰哥他们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找上门。直到张大军偷藏老虎钳的第9天，杰哥终于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将张大军叫了出去。杰哥怎么了？程姐让你去一趟。程姐找我，愣着干嘛？走啊！来到熟悉的2楼，进入了程姐熟悉的办公室。小海，你出去守着吧。小海点点头，随手把门带上了。张大军站在门边，有些手足无措地看向坐在沙发上的美丽女人。程姐好。哟，这不是我们那擅长按摩推拿的张大师傅吗？今儿个咋有空来我这儿？此话一出，张大军不由一愣，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上他的话。毕竟上一次被大老板堵在房里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傻愣着做什么？过来啊，不然我叫你来是做啥的？这可是你自己吩咐的，跟我没关系。张大军硬着头皮走到程姐身侧，摸了摸她的头，最终手顺着肩膀的部位滑落了下去。转眼便过去了1个多小时，外面的天色已彻底黑了下来。张大军基本已经把她全身都按了一遍。程姐没发话，她也不敢告辞。怎么停下了？程姐按差不多了，继续，给我肚子也揉揉。程姐躺在沙发上，胸前的饱满平坦小腹，还有那曲起的2条美丽大长腿，这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张大军的定力。又揉了大半个小时的肚子，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几乎同时，程姐开口了：“给我按腰。”程姐一个翻身，那极致的腰臀在张大军面前展露无遗，她不敢拒绝，强忍着流鼻血的冲动，温柔地按着。程姐，丽姐过来了。丽姐正在给程姐推拿按摩的我，双手不由一抖，下意识停住了。继续啊！哟，是小丽回来了。哎，你也看到了，姐姐我这几天身子不太好，这不正推拿着呢，救不起来迎你了。张大军没敢停下手中动作，缓缓抬起头，跟徐雅丽的目光对视上后，微微一愣。徐雅丽眉梢挑起，似乎想要说什么，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挪开目光，就好像根本不认识张大军一样。程姐，我刚从西港回来，有事跟老板汇报呢。要不我先去找老板，明天再过来跟你聊聊。来也来了，先别急着走啊，刚好我有事跟你说。老板那边不急，他晚上肯定忙着呢，明天再去也一样。哎，对了，大军，我记得你跟小丽不是认识的吗？你们2个见了面也不打个招呼。张大军100%可以肯定，程姐是故意的，他们俩不对付，他故意把徐雅丽给叫来，是要给徐雅丽难堪。程姐，没事，我先回去了。徐雅丽说完这句话，没等张成继续留他，转身朝着外边大步走去。张大军想要追上去，却被张成给瞪了一眼。我有让你走吗？现在给我按按小腿。张大军无奈，见到徐雅丽是他进入园区后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始终觉得要离开园区，徐雅丽是唯一的一线生机。我听阿杰他们说，你就是被这个骚狐狸骗过来的，刚刚怎么不骂他一顿？难不成你心里还喜欢着他？程姐说笑了，我跟他虽然是大学同学，但后面几年都没联系过，现在更谈不上喜欢。至于刚才没骂人，完全是因为我呆住了。况且对方现在位高权重，你根本不敢，是吧？没种的货。行了，滚吧。张大军回到了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默默思索。下次再见到徐雅丽，我是应该大声质问她为什么要骗我，还是该直接跟她求饶？3天后的中午，张大军跟着组长他们一块在餐厅吃饭。突然看到了徐雅丽的身影。组长，我吃饱了。张大军丢下一句话，直接追了过去。蹲地上吃饭的其他几个组员全都有些发茫，他怎么敢的？对组长这么没礼貌，不得被弄死啊！此刻的张大军根本顾不上那么多，终于在出了食堂一段距离外的地方追上了那道身影。徐雅丽。徐雅丽闻声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是张大军，随即扭头继续行走，根本没有要跟张大军交流的意思。徐雅丽，你为什么要骗我？张大军喊了一句，徐雅丽的脚步更快了。张大军见状，心头的愤怒一下子便爆发了出来，猛然冲了上去，一把拉住徐雅丽的胳膊，说：“你为什么要骗我？我不只是骗了你，我还骗了不少老同学，可惜上当的只有你一个。”
张大军正想说些什么，后背猛地传来一股被重物击中的痛觉，整个人瞬间趴在了地上。打，好大的狗胆！张大军在无数的拳打脚踢中晕了过去。等他再次苏醒时，发现自己掉在了水牢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跑！我要跑！我竟然还幻想着徐雅丽也喜欢我，求求她，说不定她会放过我。一切都是我在异想天开。能在园区混得好的，都必须是没有人性的。轰隆一声雷响，豆大雨点开始落下，转眼连成了一片。渐渐的，水牢水位变高，转眼已经淹到嘴巴了。张大军被呛晕了又醒，醒了又呛，好在雨水停了，水位没有再长高了。张大军迷迷糊糊睁开眼，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张脸，一张神色阴沉无比的脸。杰哥，哼，你还知道有我这个杰哥？你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竟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去纠缠丽姐，你他妈的不要命，可别连累到我！妈的！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以后你还想有以后？这次你能不能活下来，就全看丽姐高不高兴了。如果丽姐追究，不仅你要死，我也得跟着你一块倒霉。如果我倒了霉，我一定保证在我倒霉前先弄死你。杰哥狠狠骂完这2句就转身离去。张大军也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冲动。第二天晚上8、9点10分，一道黑漆漆的影子突然动作迅速从远处朝着水牢这边小跑过来。张鹏，大军哥，饿了吧？我给你带了一个馒头，先垫垫肚子。张鹏想要递给张大军，却发现他被绑死在柱子上，根本没法靠到岸边。快吃！张大军饿极了，3、2口吃完一个馒头。大军哥，我们上次的提议，你就好好的再考虑考虑。张大军已经在水牢里泡了3天了，直到傍晚，手上拿着一个馒头的小涛才晃晃悠悠的走过来。小涛哥，知道错了吗？知道了，我保证以后再不敢了。小涛哥，能放了我吗？自己上来吧。张大军强忍着身体的酸痛往上爬，正要上岸，谁知却被小涛给一脚踹在了肩膀上，已上去的半截身子重新被踹到了水里。杰哥担心你直接饿死了，让我送个馒头给你吃了吧。张大军有心想说些什么，但也知道小涛并不让他上去，显然吃了馒头还得继续吊着。谢谢小涛哥，回中间待着去。张大军不敢多说什么，只好不甘心的重新往水牢中间走。脏死了。小涛走到一旁的水管前，拿着水管冲自己的手。突然他一捏水管，让水管的劲更大一些，直接调整方向朝着张大军这边冲了过来。清冽的自来水瞬间从头上浇下去，脏污的头顶重新恢复干净。张大军亦趁着这个机会张嘴接着这清泉般的自来水。转眼便是第4天下午，张大军感觉整个人都开始发臭，身上的皮肤也瘙痒的厉害。再泡下去我绝对会死。过了会儿，张大军感觉额头上火辣辣的疼，浑身开始发烫，他知道是发烧了。我可能要死在这里了，不该做事那么冲动的。后悔的念头在张大军心头闪过，随后他便是烧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宿舍的床上了。他挣扎地爬起身，抓起床头那瓶水灌了下去，这才感觉喉咙恢复了知觉。这时，跟张大军的2个舍友回来了，他们见张大军醒了，便过来慰问一下。军哥，你醒了。几点了？你们下班了？下班了。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军哥，你是昨天晚上被人给送回来的。知道是谁送我回宿舍的吗？军哥，那2个送你回来的人，我们不认识，也没见过。不认识，还没见过。无论杰哥还是小涛，又或者建军，眼前这2人都见过，肯定是知道名字的。是程姐那边的人送你回来的。程姐那边的人，难道是小海和坤子？张成跟徐雅丽明显有些不对付，留着我用来恶心徐雅丽，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他才派人把我给弄回来。还有些烫，应该还在烧，不过比昨天要好多了，问题不大了。2位小哥，我们跟大军哥是朋友，方便让我们说几句话吗？方便，当然方便。我们正好要下去洗漱，你们先聊着。见他们离去，吴鹏走到了门外，开始站岗，其余3人则围着张大军。大军哥，你这到底是咋回事？对啊，听说你招惹了丽姐，你怎么会突然招惹上丽姐，而且还被打得这么惨？张大军看着几人的关切目光，想到张鹏送馒头时候的样子，他内心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彻底放下了，将跟徐雅丽的关系以及被徐雅丽骗来的经过都给讲述了一遍。这件人也太恶毒了。大军兄弟放心，等咱们回了国就直接报警，让法律惩戒他。没错，大军哥，上一次我们的提议你考虑怎么样了？如果徐雅丽还没回来，张大军或许还会迟疑，但如今张大军离开这个园区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了，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太好了，有大军哥相助，咱们成功的概率就更高了。大军哥，那个东西有眉目没有？有了点眉目，但还需要时间。没事，咱们有的是时间。此话一出，张大军下意识朝着张鹏瞄了一眼，果然发现张鹏眉头微皱，尽管他脸色不太好看，但也没有说什么。在得到张大军的确定后，几人离开了宿舍。第2天早上，张大军在朦胧中被人叫醒。军哥，大军哥，快醒醒，要去出操了。张大军顶着快要散架的身体出完操，刚回到办公室就被周超喊了出去。大军，前几天你啥情况？为什么突然去招惹丽姐？超哥，对不起，没有连累你吧？你招惹的肯定连累不上我，我就是有些好奇罢了。你跟丽姐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丽姐是同学，我就是被丽姐叫过来的。至于之前的事，相信你也听说了，我们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才挨揍。你是被丽姐骗来的吧？
行了，好好上班吧，浪费了几天时间，你那边的进度必须尽快跟上来。还有10天不到就是月底大盘点了，如果你业绩跟不上，可别怪我不客气。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张大军除了上班外，一直在找机会，找一个能去杰哥宿舍的机会。眼看着没几天就要月底盘点了，他心里暗暗焦急起来。直到距离月底大盘点还剩最后4天的时候，转机来了，园区内又有人跑了。听说方法跟上一次差不多，依旧是搭乘的货车，光明正大的从园区逃出去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次逃跑的人足有7个。都是同一批过来的新人，来了后就老老实实的，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所以在第2天就被安排去熟悉岗位。哪知道第3天一大早人不见了，从被卖入公司再到逃跑，前后不超过72个小时，整个流程非常的丝滑。听说大老板都直接被惊动了。张大军默默听着没有说话，直到下班回到宿舍，屁股还没坐热，宿舍的房门突然被人给踹开了。大军，过去给我们按按。好嘞。张大军跟着建军去到了宿舍，才发现只有建军和小涛2人。建军哥、杰哥呢？园区有人逃跑，杰哥还在外面带队追儿呢。这件事张大军中午就听说了，不过没敢细问，主动开始给建军捏起了肩膀。小涛则是直接钻进厕所后，把门给关上了。根据以往的了解，如果没人催，小涛能在厕所待1个小时以上。如果我能在1小时内把建军给伺候的睡过去，或许就有了机会。张大军忍不住朝杰哥床头那个柜子扫了一眼，虽然从这角度看不到老虎钳，但他感觉那东西在上面的概率很大。心中打定主意，张大军的双手逐渐从建军肩膀和脖子处转移到了太阳穴位置。在他努力按了大概有20分钟后，建军的呼吸彻底平稳下来，闭着双眼躺在那一动不动。张大军尝试着松开手，发现建军并没有要睁开眼的意思，再次朝着厕所位置扫了一眼，确定小涛一时半会不会出来，这才果断转身，脚步轻快地来到杰哥床头柜位置，垫脚在顶上摸索了2下，很快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被张大军摸到了手上，拿下来一看，正是那把被藏了有大半个月的老虎钳。来不及细看，张大军赶忙将老虎钳以最快速度直接塞到了脚上穿着的袜子里面，并拉了拉裤脚，重新回到建军身边，开始继续帮他按摩。又按有10多分钟，厕所里传来冲水的声音。小涛走了出来，看了一眼建军，过来给我按按，蹲太久了，腿麻了。好嘞。小涛躺床上，张大军则蹲在床边，帮他轻轻按压起腿部的经络和肌肉。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在这里待越久，他便越心惊胆战。张大军一直给小涛按了将近1个小时，看着熟睡的2人，他才离开。张大军在楼下2个内保虎视眈眈的目光注视下，走出了宿舍大门。他的后背早就湿透了。当张大军大步朝自己宿舍方向走去的时候，迎面忽然走来一个人。大军，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晃悠？杰哥，是建军哥和小涛哥喊我过来给他们捏捏。我刚从你们宿舍出来，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先别急着回去，给我也按按吧。妈的，在外面跑了1天，腿都痛死了。杰哥丢下一句话，转身就走。张大军额头上的冷汗瞬间流了下来。多待1分钟，就多1分钟暴露的风险，还愣着干什么？难道要我亲自背你过去？来了。张大军跟着杰哥回到宿舍，小涛正吃着泡面，建军依旧在睡觉。杰哥进来后，径直走到自己的床铺上躺下，示意张大军给他捏腿。小涛，给我也泡1个。好的。几分钟后，张大军看着杰哥坐起来在那吃，竟然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咽口水。杰哥似乎发现了这一情况，张大军的酒组现在每天2顿都是开水馒头。你要吃吗？要吃，谢谢杰哥。赶紧的，吃也吃了，用力按。张大军在袜子里藏了老虎钳，提心吊胆帮杰哥按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成功离开了杰哥宿舍。当张大军回到宿舍的那一刻，整个人如虚脱了一般，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床上，大口喘着粗气。军哥，你这咋了？没事，刚运动回来。缓过神后，张大军拿着洗漱用的脸盆走下了楼。到了洗漱房转了一圈，确定没人后，当即蹲下，从袜子里将那把老虎钳拿了出来，迅速朝着洗漱房门口的门框顶上放去。安全第一，这里应该没有人能看到，藏在宿舍就等于找死。过了2天，张大军找机会跟陈国志等人接触过1次，他们知晓拿到了老虎钳后，都异常兴奋，现在就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了。8月31号这一天早上，张大军刚刚出完操来到办公室，周超又叫他出去谈话了。刚刚我已把大家这个月的业绩清点了一遍，你一共只有3万3，还差1万2，今天是最后一天，必须要补上，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要给我补上这个缺口，明白吗？周超见张大军满脸为难的沉默不语，语气突然变缓和了。大军啊，我也不想为难你，甚至看在杰哥他们的面子上，一直都没有找过你麻烦，但今天你肯定要给我一个交代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拖累我们整个小组的进度，你说对吧？
超哥你说的在理，想想办法。这样，我待会儿给你争取一个打电话的机会，让你打个电话回家，你看怎么样？谢谢超哥。瞧见张大军这么识趣，周超也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办公室。这时，突然就听到办公室里传来一阵惨叫。啊！我不敢了，我打电话，我打。那是五组的人，尽管地上的人不断惨叫着，但五组小组长却没有停手的意思，手中软棍不断抽打在对方胳膊、大腿，甚至后背之上。张大军跟着周超回到座位上，这时周超突然拍拍手，把所有组员都喊了过来。今天是本月的最后一天，如果中午谁还没有完成业绩，自己想办法补上。我不管你是打电话找家人要，还是现在就找一个肥猪过来。如果下午1点还有人没能完成业绩，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边的那几个就是最好的下场。周超说话的时候，其他组依旧有人在不断挨打，甚至还有人直接被电棍给电了。看着这可怕一幕，几乎所有组员全都迅速点头，接着跑回自己位置上，开始忙碌起来。张大军手忙脚乱地把微信上的几十个客户全部聊了一遍后，也只是割了不到2000块钱。张大军还在迟疑着要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不远处忽然又传来了一道有些熟悉的惨叫声，张鹏正被他们组的小组长一脚踹翻在地。你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张鹏就像是死了一样，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躺在那一动不动。那小组长足足抽了有7、8分钟。张大军默默收回目光，犹豫了一会儿后，果断向周超提出要给家里打电话。周超点点头靠近，张大军这才用放在面前的其中一部手机拨通了家里电话。喂，哪位？爸，是我。爸，我这钱不太够用，你能给我转1万块钱过来？今天下午就要。张大军家人确认是他打的电话，自然不会有什么怀疑，毫不犹豫便转了1万块钱过来。大军这个月的业绩已经完成了，你们的呢？此话一出，剩下那些人脸色顿变，迅速忙碌起来。第二天9月1号是月度盘点的日子，有几个没完成业绩的小组倒了霉。张大军小组堪过了及格线，虽然没被拉去体罚，但也只能一天吃2顿饭。晚上，陈国志、张鹏、吴鹏等人再一次来了我的宿舍。鹏哥，你怎么样？小组长要求最迟后天必须让张鹏家里打10万块过来，如果不打，就直接切掉他1根脚趾头以作惩罚。咱们没时间了，军哥，你看。切脚趾头，你还不知道吗？说话间，一旁的吴鹏突然坐在我床上，把鞋给脱了，又一把扯去了袜子。这是我前几个月有一次业绩没达标，又不肯给家里打电话的下场。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业绩也没有达标，可能也会有这种遭遇。所以，东西虽然已经到手，但现在我们根本没办法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溜进食堂，贸然行动肯定会被人很快发现。此话一出，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中。谁知就在第2天下午，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园区的事件。兴业园区外，有人在干仗交火，外面枪声不断，时不时有子弹飞进来。这天晚上7点半左右，张大军几人吃完晚饭，正往办公室路上走，一枚不知是火箭弹还是炮弹的东西突然从前缘飞入进来，把中间位置那座建筑物的房顶都给炸没了。现场升起大量浓烟和火焰，张大军跟小组长周超跑到中间区域的办公楼前，蹲在了地上。有人在攻打园区，周超还没来得及回答，紧张的人群中，不知谁突然嚎了一嗓子：“有军队武装在攻打园区，快跑啊！”对，跑，快跑啊！紧接着，一大群人直接朝着园区大门方向冲了过去。张大军几乎下意识的便跟着人群朝园区大门位置跑去。刚跑出不到100来米，前方突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是内保人员端着枪守在门前。你们要干嘛？都给我回去！趴下，立刻趴下！可惜，没想到连这样都没能逃出去。混乱中，我的左边胳膊突然被人一把拉住，我一扭头，发现是陈国志，他迅速把我从人群里拉了出来，而后带头朝宿舍区跑去。陈哥，怎么？老虎钳在哪？快去拿！陈哥，咱们是要趁现在？别废话，先拿东西。几乎在同时，我看到不远处的墙角，张鹏、吴鹏、李鹏飞3人在向我们招手。大军哥，快去把老虎钳拿来，机不可失。好，在这等我。张大军丢下一句话后，迅速朝着宿舍楼跑去。不管是园区被攻打，还是炮弹失误掉落进来，这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大军直接冲到了洗漱房，确认没人后，迅速从门框上把老虎钳给掏了出来，然后塞到了裤兜里。接着再度跑向陈国志4人所在的位置。李鹏飞呢？我们先走。陈国志确认东西在我手上，立马拉住我的胳膊，迅速朝食堂那边跑。后面吴鹏和张鹏2人立马跟上。几乎在同一时刻，整个园区嗡的一下暗了下来，停电了。停电对我们而言是好事，去往食堂的路我们本就非常熟悉，当即摸黑朝那边靠近。大门处，停电的漆黑再次引发人群的骚乱，各种声音在人群中响起。快跑！现在不跑，难道还留下来等死吗？是啊，大伙一起冲！张大军也听到了人群中的声音，那几个比较响亮的鼓动声中，有一个好像是李鹏飞。没想到这几个家伙考虑的这么周全，想必这一次的成功脱身概率是极大的。就在此时，前面突然出现了几道人影，他们把手电筒打在了我们身上。
你们来这干嘛？立即回宿舍去。恰巧在这个时候，大门那边突然又爆发了一阵骚乱，紧接着听到了砰砰砰的枪声。赶紧滚回去，再乱跑，小心一枪毙了你们！内保们丢下一句话，立马急匆匆地朝大门位置而去。快走！当张大军等人抵达食堂时，食堂不仅没来得及上锁，而且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张鹏，你把风！丢下一句话，陈国志冲了进去，张大军和吴鹏跟在了他身后。到了地方，张大军迅速将口袋里的老虎钳掏了出来。吴鹏，你力气大，你来。吴鹏接过老虎钳，轻易就将过滤网的一根钢丝给剪断了。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30来秒的时间，过滤网的其中一边就已被剪完了。当吴鹏准备剪另一边时，蹲在门外守着的张鹏的声音传来：“有人来了。”此话一出，几人感觉都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旦让别人发现这里的情况，我们几个全都得完蛋。就在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张鹏的声音变得欣喜起来：“是李鹏飞，没事了。你他妈下回看清了再说话。”吴鹏的额头上已满是大汗，那是吓出来的。他咬着牙剪断一根根钢丝。好了没？快了，别说话了，赶紧的。外面枪声依旧，不过枪声的密集程度却在衰减，而且听声音在逐渐远离，应该不是在园区内开的枪了。外面到底什么情况啊？前面冲了一波门，有10几个人闯了出去，不过估计死伤不小，剩下的也不知有没有继续逃。我在他们第一波冲门时就过来了，还好没跟着一块冲，否则会不会被乱枪打死都不知道。吴鹏用老虎钳剪断过滤网的钢丝，突然他站起身来，猛地一脚狠狠朝着面前那个过滤网踹下。成功了！快点，快走！所有人都很兴奋，催促着赶紧朝着臭烘烘的下水道口钻。下水道很宽，容纳一个人爬过去很轻松。张大军往前爬了没多久，前面就看到了李鹏飞的屁股，管道被堵得死死的。最前面突然传来吴鹏的声音：“到出口了！”前面的李鹏飞速度加快，直接滑了出去。后面的人也陆续跟上。所有人的脑子里唯有一个念头，就是离开此地。出口是一条臭水沟，味道比水牢都要恐怖。目测有不少蛆虫在爬来爬去，与逃离园区相比，这点恶心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李鹏飞已先一步上岸了，他站在岸边，将后面的人一个个拉上。张大军坐在岸边，内心激动无比，身躯颤抖着朝两旁打量起来。我们竟然真的逃出了园区，逃出了那个魔窟。当所有人都成功上岸后，还顾不上喘息两口，真正的逃亡正式开始。快走，这里不安全！足足跑到了几百米外，张大军扭头朝着园区那高耸的围墙望了一眼。距离一开始的骚乱已过去了个把小时，电力已经供应上了，里面已依稀重新亮起了灯光。赶紧走！陈国志在前边出声提醒，只一味的背离园区而逃，目的是逃进山里。5人胡乱在山里跑了1个多小时，看到建筑就躲，看到路就绕。总之一句话，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估摸着跑了10几公里后，众人实在跑不动了，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着。陈哥，实在跑不动了。好，先休息一下，10分钟后继续走。陈国志一副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同时目光警惕，看向四周。张鹏哥，陈哥，什么情况？以前干嘛的？跑这么远都不带喘口气的。陈哥以前服过兵役，当过3年兵。怪不得刚才在园区里，这家伙这么淡定，而且还主动断后。声音都小一点，这里距离园区还很近，别被人发现又给抓回去。现在要是再抓回去了，咱们一个都活不了。众人闻言心头一凛，哪里还敢继续讨论什么？一个个趴地上开始休息。休息了10分钟左右后，陈国志站了起来，带着我们继续往山里钻。虽是深夜，但借着月光，还是能很好的辨认路况跟方向。跑了3、4个小时，天上月亮突然被乌云遮住了，大家恰好身处一片林子内，没办法，只好暂时停下，不敢再继续抹黑往前窜了。这一夜，大家几乎一直处在挨饿受冻和担惊受怕之中。但凡外面有个风吹草动，立马便要吓得我们趴在地上，小心翼翼的躲藏。天蒙蒙亮，张大军醒来，警惕地看向四周，突然发现陈国志不见了。醒醒，醒醒！天快亮了。吴鹏、张鹏和李鹏飞3人发现陈国志竟然不见了，也有一些疑惑和担心。就在这时，不远处的灌木丛后边突然晃动了一下，当即吓得张大军几人趴在了地上，不敢乱动了。那块草丛被人拨开，手上拿着一大卷树叶的陈国志突然从中走出，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陈哥，你一大早去哪儿了？吓死我们了！醒得早，就去附近探了探情况，顺便弄点水回来。你们谁喝？几人赶忙迎上去，一人喝了一口，虽然不多，但喉咙好受不少。前面有条小溪，待会我们朝那边走，到时可以再喝点水，顺便洗漱一下。另外，附近没看到其他人，也没什么村庄，暂时还是安全的。听到这话，张大军几人脸上都露出了喜色。只要没追兵，那就代表我们能逃出升天。
大概走了有300-400米，果然来到一条小溪边。陈国志站在高处望风，张大军和吴鹏他们轮流下去洗身子。陈哥，现在咋办？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国志身上，其他人压根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甚至连分辨东南西北都很困难。要想在这异国他乡逃出升天，唯一的希望就是眼前这位曾经当过兵的陈国志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吧，这附近不能久留，跑了那么多人，园区肯定会大肆搜捕。我没记错的话，我国和缅甸的国境线是在东南方向，只要一直朝着那方向走，应该就有机会回国。陈国志这话让大伙精神一振，只要能回国，那就一切都还有希望。众人在大山深处跑一天，没食物吃，蚊虫又很多。到了晚上再次休息的时候，也不敢点火驱蚊，只能蜷缩在一块，默默驱赶着叮咬在身的蚊子。陈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谁也不知国境线距离这里有多远，得先找东西吃，不然会饿死的。是啊，陈哥，我根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陈哥，要不明天咱们下山看看周围有什么镇子，一是想办法弄点吃的，二可以顺便报警。我赞同大军哥说的，只要咱们去了镇子里，联系上大使馆，大使馆那边肯定会很快派人来接我们。你们信不信打完电话，最先出现的不是大使馆的人，而是园区那群混蛋？这不可能吧？这边早就蛇鼠一窝了。我在这边待的时间比你们长一些，见过有人逃跑后被抓回的，我还问过其中一人，那家伙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跑出园区后直接跑去警察局报了案，警察信誓旦旦的让他等着，到最后你们猜怎么着？大使馆的人没来，反而园区来了人，把他给带回去了。听完陈国志的话，大家都吃了一惊。如果真是这样，那跟自投罗网还有什么区别？那家伙后来怎么样了？死了。不能报警，那咱们怎么办？就这么在山里跑，国境线有多远，谁也不知道。不说其他的，如果明天还弄不到吃的，谁还有力气跑？是啊，我今天就没力气了，一直在咬牙坚持而已。不瞒你们，现在哪怕要被他们追上，我都不想站起来逃了。这样明天去看看附近有没有小村镇，想办法弄点吃的，最好是能给国内打个电话回去。这边的警察不能信，但祖国那边还是可以相信的。陈国志的话让大伙脸上露出喜色，一个个连忙表态同意。跑了一天一夜，现在又饥又饿，很快大家就陷入了睡梦中。天色刚蒙蒙亮，张大军从蚊虫叮咬中醒来，见张鹏背靠着一棵大树，目光看着远方，不知在想什么。张哥，你咋不睡？睡不着。伯母怎么样了？上个月走了，可是我连他老人家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张哥，别太难过了，我相信伯母是不会怪你的，说不定她在天之灵正在保佑你呢。当天色慢慢变亮时，大家商量了一番，然后认准方向，继续朝东南方出发。如果路上发现附近有村寨，一定想办法摸进去看看情况。五人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愣是没看到一个村寨。直到大家都心生绝望，快要饿得走不动道之时，终于发现了一片被人开垦出来的山坡梯田，是玉米，有吃的了，快走啊！我都快饿死了。先别急，地里好像有人，等等再说。听到这话，众人不由一惊，一个个趴在了地上仔细观察，果然发现玉米地后面隐隐约约有几个农民一般的人正在挥舞锄头忙碌着。你们在这藏着，我去看看情况。陈国志这一走便将近半个小时，就在大家等得有些不耐烦时，他终于回来了。翻过前面那个山头，有一块盆地，里面是个小村子，稀稀拉拉的房子不少，估计至少也有几十户。这边的地应该是他们的。听到附近有本地人村庄，大伙喜忧参半。有村庄就有吃的，但同样意味着可能有风险。当最后一缕阳光漫过山头，投射到远处消失不见后，一直趴在地上观察的李鹏飞终于开口：“那几个家伙好像要走了。”此话一出，早就饿得晕头转向的我们赶忙抬头朝玉米地那边看去，就看到几个身穿浅色衣服的农民扛着锄头，顺着山脊小路朝前面山岭走去。张鹏，你跟我一块过去，其他人藏着不要乱动，注意周围发现有人立刻通知我俩。10几分钟后，陈国志和李鹏飞两人就一人捧着7、8根玉米回来了。安全了，这玉米很嫩，可以直接生吃。陈国志当场剥开了一只玉米，毫不犹豫的大口嚼了起来，其他人也早已饿坏，纷纷大口啃食。大伙吃饱后意犹未尽，随后又跑去偷偷掰了将近20根玉米，一人吃了2根，剩下那些每人口袋里揣着，打算当做明天的早饭。陈哥真不去那个村子里看看？张鹏想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可以打电话的地方，直接给国内报警，但陈国志求稳，打算找大一点的村镇，再想办法联系国内，那样至少更安全一些。大军哥，你怎么看？咱们人生地不熟的，谁也不知村寨里是好人还是坏人，还是听陈哥的吧。先离开这，找大一点的村镇再说。第二天天还没亮，一阵短促哀嚎声传来，怎么回事？所有人同时看向发出尖叫的李鹏飞，这一看，大家顿时神色一变。只见李鹏飞躺地上抱着小腿，在翻来覆去的不断滚动着，而且还发出哎呦哎呦的哀嚎和倒抽凉气之声。你干什么抽筋了？蛇有蛇。
几人吓了一跳。张大军顺手摸起一根竹条，而后朝他手指方向看去，只见一条通体呈淡灰色，身上还带着淡淡花纹，约莫2尺长短的毒蛇，正盘在距离李鹏飞不远的草堆里。是五步蛇。五步蛇毒性极强，一般人从被咬中到中毒死亡，一共也花不了太多时间，所以被民间称之为五步蛇。李鹏飞，你是被这蛇给咬的？是的，司藤死了。现在怎么办？我们几人的目光又全都落在了陈国志身上。如果要救治，就得冒极大的风险把李鹏飞送到医院去，万一暴露了，所有人可能都不会有好下场。抓紧时间把人送去前面村寨，或许还来得及。等一等！吴鹏从一旁拽了一根竹棍出来，小心翼翼朝五步蛇逼去。没等五步蛇发起攻击，他就用手中竹棍狠狠朝着蛇头砸去。行了，赶紧走！陈国志立马跑到李鹏飞身边，将其抄到了背上，健步如飞地朝着玉米地方向跑。穿过了玉米地，翻过丘陵梯田村寨，就在前方几百米。陈哥，等等！等什么？不能这么大张旗鼓的把人送进去，不然万一有问题，咱们一个也跑不了。你什么意思？不要，不要丢下我！赶紧走！陈哥把鹏飞哥送去救治是应该的，但送去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该怎么办？万一这村子里有兴业园区的眼线又怎么办？如果兴业园区发了悬红，我们贸然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你们到底什么意思？鹏飞是咱们的兄弟，难道就不管他了？大军你怎么个意思？张大军张了张嘴，想说把人扔下，但实在开不了口。我不是说不管了，我是说咱们派一个人把人送去村寨，然后立马走，免得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可如果这个村子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抗毒血清呢？如果真这样，那也就没法子了。难道我们还能凭空变出抗毒血清来？陈哥，把人交给我吧，我本就想去村子里看看，能不能给国内打电话。现在正好把鹏飞也给送过去，你们在这附近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我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你们就继续走吧。如果我回来了，那就代表这个村子没问题，咱们或许可以求助他们帮我们回国。这个陈国志迟疑了，他还想说什么，但张鹏却以一把将说不出话来的李鹏飞给拉了过去。鹏飞快坚持不住了，没时间犹豫了，你们先去附近找地方。说完，他迅速背上人，一瘸一拐地朝前面跑。几人看着张鹏身一脚前一脚逐渐远去的身影，半晌都没说出话来。放心吧，肯定不会有事的。陈哥，要不要按张哥说的做？你们俩就在这块地里先藏着，我跟上去看看情况。陈国志明显不太放心，迅速追了过去。张大军二人默默潜入了旁边的一片鲜花地里。不多时，陈国志回来了，但没见到张鹏。张鹏进村了，我看到他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然后跟人家说了几句，就被人急匆匆带走了。我没敢继续跟下去，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去救人了。既然有人救，那应该没大问题了。陈哥，你也不要太担心，我们先回山里观察观察情况再说。好，我们先进山。对了，要不再掰点玉米带着？此话一出，我们几人顿时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半个小时后，几人又重新回到了山上。山林里到处是灌木和杂草，利于隐藏，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势较高，能居高临下俯瞰到下面的大半个村子。不知不觉中，2个小时过去了。有车。一条山道上，一辆吉普车摇摇晃晃地朝着那座山坳里的村子行进。几分钟后，停在了村口一户人家前面。接着有5、6个人从那屋子里出来了，其中一个是被人抬上去的。张鹏不会跟他们一块走了吧？先等等，看天黑了再说。约莫中午时分，又有3辆面包车开进了那处村落。车子一停下，就有一群人从车子里钻出来，瞧样子手上都拿着家伙。散开后，3、3两两地朝着村寨4面8方的山林而来。糟了，是园区的人来带我们的。张鹏他们肯定是被卖了，我们赶紧走。陈哥说的对，快走一会儿就走不了了。 3人见状，赶紧朝着东南方向快速逃命。大概半个小时后，到了另一片林子里，身后先前我们待过的那处山头上传来了一阵呼叫声。我们在那边待了有小半天，地上扔了不少玉米外皮，一眼就能发现醒目的很。 3人都不敢歇息，好在陈国志对于这种山林地形非常熟悉，带着2人左躲右绕，竟然真避开了很多的围追堵截。只要天黑，我们就有机会。而此时，我们处于连绵不绝的山脉当中，周围只看到影影绰绰的大山，当然偶尔还会闪过一丝光亮。哪怕天已黑了，对方依旧没有放弃搜捕。陈哥咋办？继续跑吗？咱们摸黑跑是不是太危险了？先休息一下，黑漆麻黑赶路的确太危险。咱们藏好了，应该问题不大。除非什么？除非他们有搜索犬，不然大晚上想找到我们，没可能的。 今晚必须有人守夜，咱们3个轮流来。如果有人搜索到附近，记得及时叫醒其他人。好，知道了。我睡了一会，醒来看到吴鹏在不断的头点的打瞌睡，当即过去换班。吴哥，你去睡下面，我来守。好，刚刚那边有灯光，你多加注意。今晚的月亮更圆更亮，借着朦胧月光，依稀可以看到远处连绵的山脉。守了一会后，豁然一束光突然从远处的山道上亮起。
大半夜的，竟还有车开来。距离有些遥远，虽然有月光，可也看不清楚。只见到那辆车在距离我们约莫5、6里的一处山道位置停了下来。张大军听见狗叫声，吓得一个激灵，远远传来好几声狗叫，在安静的夜色山林中，声音格外让人惊悚。快醒醒，好像有狗来了！就在这时候，又一阵狗叫声传来，而且声音比刚刚更响了几分。坏了！陈国志没说一句话，阴沉着脸，直接朝后面山脊跑去。站到山脊上后，他开始细致观察5、6里外那处车辆发出的灯光位置。陈哥，那狗会不会是村子里养的？昨天你们有听到狗叫声吗？张大军跟吴鹏下意识对视一眼，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得赶紧走！晚上的林子实在太黑了，动不动就要摔上一跤。1个多小时下来，3人不仅没跑出多远，反而一个个摔得浑身酸痛。即便如此，他们根本不敢停下，唯有硬着头皮一路向前。身后的追兵似乎越来越近了。因为狗叫声越来越激烈，近乎连成了一片。不知不觉中，他们连续跑了好几个小时，天也亮了。他们在那儿，快来人！他们就在前边。他们要放狗了，快跑！陈国志神色大变，随便找了一条路，疯狂冲出。这一跑又是7、8分钟。就在我们想喘息上几口之际，突然后面林子一阵骚动，从灌木丛里飞快窜出一条大狼狗，毫不客气的直接扑向了跑在最后的吴鹏，一下便把吴鹏给按在了地面上。啊！救我陈哥，大军哥救命！大军不弄死这家伙，咱们谁也跑不了。陈国志朝着那2条大狼狗冲了过去，张大军在附近捡了2块拳头大的石头，也跟着冲上。陈国志不愧是当过兵的，有战斗经验，一人就锁死1只狗。大军，你去帮吴鹏。张大军举起手中石头，朝着纠缠住吴鹏的那条狼狗的脑袋狠命砸下，闷响一声，那狗呜咽一声。张大军这边解决完后，陈国志那边的大狼狗也被他锁得奄奄一息了。大军，快来砸他！陈国志也已经力伐了这么多天的逃亡，体能消耗太多了。张大军抓紧被狗血染红的石头，冲过去对着狗头就是一顿狂砸。吴鹏，你没事吧？没事。搞定2条狗后，3人继续朝前快速逃窜。哪知跑了不到3分钟，后面又传来剧烈犬吠声。陈国志从一边抄起一根粗壮木棍握在手里。张大军与吴鹏见状，也寻找了2根趁手的木棍，必须先干掉这畜生，不然咱们跑不了。刚准备完，先前走过的那片林子里就传来了一阵剧烈哗哗声。灌木晃动之间，一只大狼狗猛然从中窜了出来。陈国志眼疾手快，手中木棍唰的一下抽出，还没等狼狗落地，在半空中便一棍子抽中了他的脑袋。那条狼狗受击被抽的掉到了一旁山地中。张大军与吴鹏赶紧扑了上去，手中棍子毫不留情的对着这畜生就是一顿招呼。又来人了，动作快！这一逃又是半个多小时，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山路好走不少，我们的奔跑速度逐渐快了起来。2个多小时后，3人在一处山脊大树下喘着粗气，距离大清晨被狗追的那个地方已过了3个山头。陈哥，张鹏他们会不会被抓回去？8成是被抓了，否则不可能来这么多人搜捕我们。那也是命啊！他们就算真被抓回园区，我们也无能为力。还是先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继续这样跑，肯定不是个办法。园区内养的狗不止3条，搞不好会抽调更多的狗过来追踪，到时麻烦就大了。那要不要把衣服什么的都脱了，或者顺着水流走？那样狼狗就找不到我们了吧？一旦被抓回去，大家肯定都得死。什么徐雅丽，什么杰哥，什么程姐都保不住我。除非有大河跳到河里去，不然指望那么点小溪流隔绝到气味不可能。不过的确不能继续待在山上了，得下山，然后想办法找辆车。踪迹既然暴露在山上，我们又跑不过畜生，早晚会被追上。陈哥，咱们身上根本没钱，就算找到车，人家也不会送我们一程吧？而且如果被人发现举报，恐怕……注意这点就行，实在不行就抢，只要有车，回国的可能性就大多了。抢特娘的，都这个时候了，难道还要担心抢车是不是犯法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的确只有这一条路。略作休息后，陈国志招呼上我俩继续上路，借助一片灌木丛的遮掩跑出了这片林子，来到了山脚下。这一走又是1个多小时，就在我们都有些泄气的时候，陆续看到2边的山脚下有零散建筑出现。现在天色已经彻底黑了，3人小心翼翼地摸到村子附近，没被任何人发现。分开找，看看有没有车。张大军跟吴鹏点点头，3人在一处岔道边分开，小心翼翼地朝村内走去。张大军一直横穿了小半个村子，都没看到一辆4个轮子的车，3轮车倒是有不少，但那玩意儿速度太慢。继续往前走，已经来到路尽头的最后一家。突然，一个黑漆漆的身影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张大军迅速装作路过的样子，低下头继续往前走着。双方交叉而过的时候，那女人突然停下脚步，对着他叽里呱啦说了起来。张大军听不懂，低着头继续走。不料那女人竟然追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你是中国人啊？我是中国人啊。你会说汉语？你也是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我学过一点中国话。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我跟朋友一块来旅游，结果错过了大巴车，手机又丢了，被遗落在附近走了很远的山路，好不容易才看到你们这个村子，所以过来看看什么情况。附近几十里就我们这1、2个村子，最近的城镇都在30公里外呢。你手机丢了，要是没车想走回镇子可不容易。那你们这有车吗？可不可以送我回去？放心，我会给钱。只有我叔叔家有车，要是肯付钱，他可以带你们去城里。不过天晚了，路不好走，我叔叔眼睛看不清，今晚肯定不可能去了。没事，明早带我们去也没问题。你们不是你一个吗？你们几个人？一共3个人。3个人，这样一人给5万缅币吧，我让叔叔给你们去。5万缅币大概相当于人民币200不到，3个人也就是600块左右。要价这么高，应该是真想赚这笔钱。没问题，如果能顺利把我们送到镇子上，还可以给10万缅币。要不了那么多，一人5万就够了。那我先去通知我的同伴，等明天一早就来这边坐车。可以。张大军回到约定好见面的岔路口，却只见吴鹏猫在那，陈国志还没人影，2人只能躲在旁边一个草垛后面等。大约7、8分钟后，一道人影偷偷摸摸的从远处过来。怎么样？在路边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看到有辆小货车，不过门关着，我也没进去。听到这，张大军心头一动，或许就是那女人说的他叔叔家。随后，张大军便将刚刚的遭遇说了出来。你被人发现了。当时我正在找车子，谁知有个女人突然从后面的菜地里钻出来，我来不及避让就被她给发现了。我感觉她不像是坏人，到现在也没察觉这村子有什么异动，而且她会说汉语，咱们能不能顺利脱身，搞不好就要看她了。你们觉得如何？缅语大家是听不懂的，如果能找到一个会说汉语的本地人带着离开，危险系数就会大大降低。那女人在哪？你再带我们去看看再说。张大军当即点头，带着2人又悄默默地折返了回去，一直绕到他遇到的那女人的房屋旁。3人躲在庄稼地里小心观察，此时屋子里已经有人影在来回晃动了，而且还有炒菜的刺啦刺啦声，惹得3人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很快，另一个房间的灯亮了起来，隐隐还传来说话声，说的是缅语，大家也听不懂。陈哥，我看没什么问题吧？我感觉也没问题。如果这女的有怀疑或者要报警的话，应该不会有功夫炒菜做饭吧？大军，你确定那女人明天会弄车送我们去镇子上？说好是那样的，不过要钱。我没带钱啊，你们2个应该也不会有吧？反正我没有。我有，不过只有1000多，够不够？说着，吴鹏从裤兜里掏了一个塑料袋子出来，打开袋子，里边几张红票票并没有残损，绝对可以用。吴哥，你居然还带了钱？这不是大军你上次说东西已经到手了，一直就在等一个逃跑机会吗？所以我一直把我在园区攒下的那点奖金，天天都带在身上，方便跑路时候用。够了，1000块足够明天坐车了。那就 OK 了，先回吧。3人并没有走远，就在那女人家附近找了一个视野开阔、可以逃跑又比较隐秘的草场，在草堆后睡了一宿。没等天彻底亮开，陈国志就带着我俩重新去昨晚上蹲过的那位置继续蹲守起来。约莫到了6、7点钟，那个屋子打开了门，那女人提着夜壶走到庄稼地里，将夜壶倒了，又去旁边水井打水刷洗，随后回了屋子。很快，烟囱里冒起了袅袅炊烟，一阵诱人的饭菜香味飘散开来。陈哥，咋办？现在过去吗？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那女人没报警，不然早该有园区的人追来了。赌一把，真要栽了，只能说我们几个命该如此。说完，陈国志一马当先的朝着那间屋子走去，张大军跟吴鹏2人立马快步跟在了后边。随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响起，屋内很快传来脚步声。那个女人将屋门打开了一道缝，目光有些警惕的看着我们3人。大姐，我是昨晚上那个游客，我来找你了。你看今天能不能弄辆车子，把我们3个给送去镇子上？哦，是你啊，没问题。我吃了早饭就去跟我叔说一声，有钱赚，他肯定乐意。好，谢谢大姐。女人让3人先进屋里待着。尽管3人身上有不少洒落的狗血，让女人多看了2眼，所幸她没有介意那些。还没吃过早饭吧？吃过了，吃过了。张大军回答的飞快，然而肚子却在此时不争气的叫了起来。我刚好做了早饭，要是不嫌弃就吃一点。从这里到镇子上得好几个小时，不吃一会儿更饿。安排我们坐下后，那女人转身去厨房盛了几碗稀饭过来，又不知从哪里找了3个饼，还有一些类似咸菜一样的菜肴，摆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先吃着，我去我叔叔那边一趟，让他把车开过来，免得走过去还麻烦。好嘞，谢谢。陈国志等女人离开后，加快速度把碗里的粥一口喝光，随后抓着一张饼子跟了出去。陈国志应该是不放心，担心对方会出卖大火，所以偷偷跟上去盯着，万一有问题，第一时间就能跑。2、3分钟后，张大军跟吴鹏吃完了，没敢待在屋子里，直接出了院子，站在路边一处比较高的土坡上，朝着村子那头张望。大概10多分钟后，陈国志突然小跑着的从远处庄稼地里钻了出来。
张大军和吴鹏一个机灵，吓得就跟惊弓之鸟一般，直接夺命飞奔。站住！跑什么跑？陈国志却在20-30米外停步了，他喘着粗气，半蹲下来，双手拄在了膝盖上。车马上就来，我看着没啥问题。就在他的话音落下没多久，有车辆行驶的声音从远处山道上传递过来，一辆不带斗篷的4轮小货车摇摇晃晃地朝着这边靠近。张大军二人听后心神方定，跟着陈国志一起站在路边等着。不到3分钟，那辆小货车便到了我们面前。停下后，那个缅甸女人脸上带着笑意从副驾位置走下。我叔答应了。车辆熄了火，驾驶位上一个大概50来岁的中年男子伸出了脑袋打量着我们。你叔在说啥？我叔说起来太早，吵到他睡觉了。如果要去镇上的话，3个人一块儿，起码得给18万缅币。坐地起价吗？3人互相交流了一个眼神，心里虽然十分无语，但也没人反对。好，18万就18万。不过我们身上没有缅币，只有人民币，你看行不行？当然可以，在我们这边，中国的钱也能直接花。那你给我600块中国人民币就好了。我叔那边你不要给他了，到时候我给他就可以。缅甸女人见3人答应，这才用缅语跟他叔交流了起来。谈 OK 了，去镇子路远，你们先上车，我去跟我阿爷说一声。张大军3相互看了看，又朝着咧嘴笑着的缅甸中年男看了一眼，硬着头皮上了那辆小货车。等了一会儿，女人从屋子里出来了，手中多了一个黑色小包包，原来她也要去镇上。这位大姐，你也去镇上？去镇上一趟不容易，今天我叔要送你们去，我正好搭一下车去逛逛，买点种子。这时候，缅甸中年男已经发动车辆，带着我们朝村中央横穿过去，瞬间我们3人的身体都绷了起来。车子顺利穿过了村寨，进入了一条盘山公路，顺着差不多1个半车道宽的狭隘道路缓缓行驶，我们这才放松了一些。一路上，无论吴鹏还是陈国志都正襟危坐着，看似在看窗外风景，实际却一直在留意外面的变化。半个多小时后，车辆相安无事地驶出了山道，进入了一条较为宽阔的盘山公路，车速也逐渐提了上来。一路上也碰到有其他车，货车开了差不多将近3小时后，才逐渐驰入镇子中。此行目的地叫萨马镇，只是一座位于缅北东部的小镇，人口大概只有3-5千。看着四周逐渐变得繁华起来，道路两旁多出了不少街道和房屋建筑，3人自心里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把我们骗回园区，而是真的带到了镇子上。就在3人打量四周环境之际，小货车逐渐开始减速，最终停靠了下来。我叔说马上到了，问你们要钱呢。吴鹏听言，在屁股兜里掏了掏，把上1000块都给掏了出来，接着从里面数出6张，递给了这个名叫罗小红的缅甸女人。罗小红将钱收下后，又用缅语给一旁的昂登叔说了几句，车子这才重新启动，继续朝前方驶去。这一次，车辆随着人流顺利进入，车辆继续深入，两旁热闹起来，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铺，不少行人和摊贩沿路行走，吆喝，大声喧哗着，偶尔还能看到几个手持 AK 的家伙在街道上来回巡视着，但四周行人对于这些武装分子视而不见，貌似没有什么反应。不用担心啊，这边治安比较差，持枪的兵很多，不过他们不会对普通人怎么样，只要习惯就好了。车辆往前开了一截，街道上行人开始逐渐减少，两旁的建筑物从商铺变成宾馆跟赌场。怎么停了？我叔他儿子在这里的赌场上班，他过来看看儿子，顺便给你们问下，今天有没有去市里的车。原来这样。昂登叔走到了一处大门上挂着中文标识的建筑前，跟门口保安说了几句后，便在我们的目光注视下被人带了进去。憋了好几个小时了，走，一块去放松下。好，我也快憋不住了。小红姐，你在车里等一下，我们上个厕所就回来。说完，张大军毫不犹豫地拉开车门，直接下车。另一边，陈国志同样下了车。这边不能随便小便，我带你们去找厕所。好。有劳了。罗小红笑笑，接着便带着我们朝赌场大门走去。去赌场干嘛？外面没厕所吗？不知道啊，不过这边的赌场都很大，肯定有给客人用的厕所，放心吧。跑！陈国志压低声音吐出一个字后，拉了我和吴鹏一把，转身就冲向赌场对面。当我们3个转身时，罗小红就加速了脚步，径直朝着赌场门口跑去。他跑到守在赌场大门的武装安保面前，用缅语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还伸手指向我们：“站住！”那武装保安突然拔枪对准了狂跑的3人，他们哪敢停下，想都没想，继续加快速度狂奔。枪声响起，跑最前面的陈国志身子猛地一歪，惨叫着摔倒在地，鲜血哗哗地从陈国志小腿处流出。给我蹲下，再跑，打死你们！对方一言不合就开枪，张大军与吴鹏2人自然不敢再跑，只能原地蹲下。这时，小红正笑眯眯地从赌场门口朝着这边走来，而在罗小红身后，那个吴昂登也着急忙慌地从赌场里跑出来了。吴昂登跑到张大军身边，直接对着他踹了一脚：“小兔崽子，还想跑？”
这家伙竟然会说普通话，我们给钱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是做什么？误会？那你们刚刚跑什么？没跑啊，我们就想去上个厕所，他就突然开枪了。罗小红也懒得争辩，朝着最前面还在挣扎的陈国志看了一眼，旋即看向一旁的保安，人带过来了，钱呢？待会你们去找龙哥就行，人我先带走。张大军刚说完话，便被人架着拽起。陈国志、吴鹏那边也是这样，三人被人用枪指着，推搡着走向赌场。你们是谁？到底要干什么？你是中国人，我们也是啊，给我打！张大军被一脚踹翻在地，还来不及反应，几个安保便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救命！警察！救命啊！他们绑架！救！吴鹏大声叫声，因为在街道的另一边有2个身穿警服的人出现了。那2个警察听到动静，快步走到众人跟前，指着张大军用缅语跟赌场那几个保安交涉起来。双方叽里呱啦攀谈了几句后，2个警察居然只是看了看我们后转身离开了。张大军3人见状苦苦哀求，对方都没再回头多看上一眼。那保安见状用枪顶着张大军的脑袋，他再不敢大喊大叫，老老实实的被对方推搡着带入了赌场2楼一间屋子里。陈哥，我们是不是被他给卖了？应该是，该死的。陈哥，你腿上的伤怎样？天知道啊，不过死不了吧？他们不会让我们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现在怎么办？要是被送回园区的话，我们是不是死定了？待会如果有人问话，你俩一定要咬死。我们是迷了路的游客，即便真扛不住，也绝不能说是从兴业园区跑出来的，否则一旦送回去，咱们绝对必死无疑。刚刚我观察过，这是一家赌场，不知现在到底怎么个情况。如果只是要钱，或者只是想把我们卖去其他园区的话，那我们就有活路。但如果说了兴业园区，麻烦就大了。你们听懂没？张大军和吴鹏都回过神来，连忙应下。又过了不知多久，陈国志虚弱的声音响了起来：“大军，去喊下人！我这腿这伤好像出问题了。”张大军伸手一摸，陈国志腿上湿漉漉的，周边地上好像也是一片丝滑，屋里太黑，根本看不清陈国志流了多少血。来人，快来人啊！要出人命了！外边有没有人？有人受伤了，快坚持不住了！吵什么？急着要去投胎？妈了个巴子！我朋友中枪了，到现在还没有止血，再这样下去会危及生命，麻烦你找医生包扎下。还没止血？来人回过头在门外摸索了一会，吧嗒一声打开了房间的灯光，只见陈国志脸色苍白的躺在地上，左边大腿已彻底被鲜血染成了黑红色，地面上也有大片湿漉漉的血迹。还真是，你们后退！张大军与吴鹏退到了最里面，那保安蹲在陈国志跟前检查了一番，在这等着。那保安丢下一句话，转身朝外走去，房门再次关上了。陈哥，不知道他啥时候才带人来，你这伤口我先处理一下，你忍一忍。张大军将身上衣服脱了下来，用力一扯，直接撕成了条状，包扎在了陈国志大腿伤口上方一点。在房间里紧张等了几分钟后，眼看着陈国志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张大军不敢再等了，重新开始拍打房门。又怎么了？医生呢？医生还没来吗？已经去喊了，等着。咋咋呼呼做啥？死了也就死了，我们天龙赌场哪天不死几个人？打到血脉了，子弹还卡在里面，只要一动就会出血，得先把弹头取出来，不然没法包扎。那在这里，你这能取吗？问题不大，你们散开点，别挡着光。那医生点点头，接着打开医药箱，从里面翻了类似麻药的东西，注射在陈国志的大腿上。一顿操作过后，一枚蚕豆大小的弹头取了出来，然后又缝合伤口。不碍事了，休息几天，养一养就好。医生说完，转身便走。那安保瞪了张大军一眼，随后把门关上，随手把灯也关了，屋子再次陷入黑暗。时间1分1秒开始流逝，就在3个都饿得有些受不了的时候，房门终于再一次被打开了。张大军3人缩在房间一角，但此刻都忍不住抬起头，借着灯光看去，想看清楚来的是谁。要是出现兴业园区的杰哥等人，就直接完蛋。当3人看清楚来人后，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兴业园区的人。渴不渴？想不想喝？想，只要乖乖听话，就给你们水喝。现在我问你们答，谁先回答我的问题，谁先喝，都叫什么名字？陈国志、吴鹏、张大军。那么你们是从哪个园区跑出来的？我们是从泰国过来，到来这边旅游，没想到。你来说，你们是从哪个园区跑出来的？我们的确是从园区逃出来的，不过哪个就不知道了，因为刚进园区没多长时间，还没来得及了解就出了问题。所以给我们找到机会，逃跑成功，是吗？青年歪着脑袋凝神想了一会，问出了第2个问题。张大军将3人的经历半真半假的说了一遍。青年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把手中的矿泉水递给张大军。张大军接过水瓶，咕嘟咕嘟连喝了好几口，然后将矿泉水瓶递给了陈国志。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是被那2个缅甸人给卖了。知道就好，记住，你们3个是我们天龙赌场花了10万块从那2个缅甸人手里买下的。
现在摆在面前路有2条，哪2条？第1条，给家里打电话拿钱赎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狮子大开口，30万每个人就行，30万买1条人命，价格还算合理吧？合理合理。请问第2条呢？这第2条路，我会把你们卖到周边园区去。说老实话，随便卖给哪个园区，我们都不会亏本。到底怎么选？你们自个考虑。张大军下意识朝着陈国志和吴鹏2人看了过去，然而2人却同时保持了沉默。一些园区老板会借着打钱赎人的幌子，让家里把钱给过来，然后收到钱后再把人转手卖到其他园区。至于拿钱放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没想好，不着急，先慢慢想，等想明白了再跟我说。起身就要离开，就在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龙哥，厂子里有人闹事，几个兄弟骨折了。闹事那人呢？已经抓起来了。行了，我知道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骨折的那几个送去治疗吧。好。等一下，我可以帮他们看看。你人是骨折还是骨头断了？如果断了骨头，那我没办法。可如果只是骨折，我可以帮他们接回去。应该只是骨折吧？龙哥，我会接骨，接完后你能不能放我们一马？在这一刻，张大军完全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想着先讨好他们，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你还是个学医的。我倒不是专业学医的，可我爷爷和我爸都是几十年的村医，我跟着他俩学过一些，恰好接骨这个我会。那行，你跟我们出来一下。那我的这2个朋友，在你办完事之前，他们不会有事儿。张大军在保安的推搡下跟着龙哥进入了2楼的一个房间，屋内坐着3个脸色难看、身上带有不少血迹的男子。张大军是吧？是吧？龙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响亮耳光声骤然响起，张大军整个人直接被抽了一个踉跄，差点没一头撞墙上。龙哥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再敢啰啰嗦嗦，老子打不死你！那保安这话说着，将手中的电棍狠狠地砸在张大军肩膀上，一副要将他打死的感觉。老虎，你打他做什么？行了，你回去看着另外那俩小子，我这里不用你。龙哥支走了叫老虎的保安，房间里其他几人都怪异地看着我。他是来给你们接骨的，张大军，去看看。张大军这次不敢多说什么，朝着受伤的那3人跟前走了过去，轻轻拍了2下他的膝盖。这里疼吗？不疼，医生，你拍的地方不疼，他2边疼。那家伙一板的，我怕是把我腿砸断了。你仔细看看。张大军点点头，开始用手在他膝盖2边摸索起来。这小子到底会不会啊？这边不疼2边疼，那就不是骨头断了，脱了就接上就可以。不过待会儿可能有点痛，得来2个人按着他，免得他挣扎。龙哥扬了扬手，身后2个人一左一右上去，将张大军的接骨对象给强行固定在了座位上。忍着点。好。惨叫声骤然响起，被张大军抓着一条腿的这人直接朝着张大军踹了一脚。张大军无暇理会，努力帮他接骨移位。张大军上一次接骨还是8年前，帮家里的狗子借。时间一点点过去，对方痛得疯狂嚎叫，额头上冷汗刷一下就出来了。你到底会不会？搞定了，说了有点疼，你要不挣扎的那么猛，我早对上了。好歹是给蒙对了啊。放开他，试试感觉怎么样了？压着他的那几人站了起来，那人先是小心翼翼地活动了一下，然后起身拿受伤那脚在地上轻轻踩了2脚。爷，好像真不疼了。开始还有些谨慎，但很快脸上涌现出惊喜，开始试着蹦了2下。倒是有2下子，给他们2个也整一整。好的，龙哥。这一次不用张大军开口，旁边几个保安很自觉地上去控制住要接骨的那个家伙。别乱动，都忍着。或许是有了接骨经验，加上这一次是胳膊要简单得多，从张大军双手触碰到他的断手开始到结束都一共没用10秒钟，就听到了咔嚓声。好了，这么快还不疼？他有些不敢相信地动了动，随后动作越来越大，一脸惊喜。咦，还真好了，龙哥，这小子牛啊，有2把刷子。过奖过奖，祖传的手艺，下一个吧。有了经验，又有了胆气，张大军直接走到最后那人跟前，抓着他的手一抬一拉，咔嚓一声，直接响起，搞定。这一次的速度更快了，前后还不到3秒钟。你故意的吧？为什么接他们速度这么快？接我就那么慢？大哥，你这边接的是腿骨，你力气又大，不住挣扎，这时间都已经够快了，而且接腿骨需要力气大，我都2天没吃饭了，所以才费了点事。等下次你断胳膊，或者等我吃饱后再动手，肯定不会那么疼。你叫张大军对吧？是的。除了会接骨，你还会啥？张大军脑子里转了转，下意识地想到之前在兴业园区的那些事。龙哥问你话呢，哑巴啦？人家可是医生，对人温柔点。我会推拿、按摩、游戏打筋这些。推拿、按摩是正经的吗？龙哥肯定是正经的，就是中医推拿那种，我打小学过。不信的话，您坐下，我给您试试。行。张大军为龙哥按摩，只见龙哥表情享受，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张大军为他按了5、6分钟后，龙哥突然睁开眼睛：“你这手劲咋还越按越小了？没吃，算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阿姐，你带张大军回去，另外去食堂给他们弄几份饭，别把人给饿死了。”好。
回到原来的小黑屋。陈国志、吴鹏两人凑了过来问情况。张大军将接骨推拿的事说了一遍。大军哥，那他们愿意放我们走吗？不知道，不过我们几条小命算是保住了。他们肯定不可能就这么放我们走。不过大军，你展现出了自己的价值，我估计对方现在在考虑是要价高一点，把你给卖到园区，还是留在这什么天龙赌场里。几人说话间，房门再一次打开，只见阿杰提着一个小袋子走了进来。赶紧吃，待会儿龙哥还要找你们问话。张大军快步走过去，将塑料袋打开，是几个饭盒、一些菜，还有3瓶水。饿死了，先吃饭。缓解了肚子的饥饿后，三人坐在房间的地上，猜测着接下来可能会面临的结局。不知过了有多久，房门咔一声被打开了。龙哥进来后，目光在三人身上扫了一圈。你们两个会什么技能？比如说是医生或者工程师什么的？我当过兵，之前在园区里也做过电诈方面的工作，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当过兵？几年兵？4年，侦察兵。你呢？我以前在国内当过一段时间的客服，打字速度很快。至于其他方面，就没什么啦。龙哥听完，眉头微微皱了皱，眼神对上张大军和陈国志。你们两个要不要考虑下跟我混？这位龙哥，你说的跟你混，是指让我们留在赌场里吗？我们这边缺安保人员，你当过兵，一些基本东西应该都会，稍稍训练就可以上岗。而且在我们这边上班，每个月至少能给你8000底薪，如果出了任务或者立了功，还能得到更多的奖金。最重要的一点是，咱们赌场内有不少美女荷官，每个月你还有一次跟他们上床的福利，怎么样？总比卖给其他园区干电诈1分钱拿不到还要折腾到死要强吧？如果非要再去园区和留在这边选一个，相信有过园区经验的都会毫不犹豫选赌场。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将来我有机会回国吗？你现在欠公司30万，只要赚到钱，把这30万的账清了，随时可以回国，不会有人拦着你。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没有还清钱就想逃跑，那就只有一个下场，请你吃子弹。这回陈国志想都不需要多想了，毕竟摆在他面前的路其实也没那么难选。龙哥，我跟你混。是个聪明人，小子你怎么说？龙哥，我留下来的话是干啥？你不是懂点医吗？我们这里经常会有些磕磕碰碰，偶尔遇到不听话的客户，也会教训，到时候有谁受了伤，你给处理一下就行。平时要是没其他事，你就负责培训那些荷官，教他们推拿按摩，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服务客户，懂没？懂了。陈哥，大军哥，那我怎么办呀？龙哥，这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3个都是一起出来的，您看能不能也让他留在赌场？这个有点难办呀，毕竟赌场不养闲人。吴鹏听完，脸色顿时变了，砰一下跪在了地上。龙哥，我不是废物，我力气大，以前搞过汽修，可以当保安，也可以打杂。对了，我还会洗牌、打麻将、斗地主，我也很溜。既然这样，你就先留在赌场内当个服务生吧，平时负责伺候客人和收拾卫生就行了。给你开5000一个月，有意见吗？没意见，谢谢龙哥，谢谢龙哥。阿杰，给他们3个安排宿舍，今天先让他们休息1晚，明天正式上班，开始熟悉工作流程。跟我走吧。阿杰竟领着3人出了2楼，上到了3楼，一边走一边介绍场地。咱们这1楼和地下1层都是赌场，是平日上班的重点照顾区域。2楼是办公和吃饭休息的区域。至于3楼，则是我们的宿舍。赌场24小时营业，不过分了早晚班，你们只要在7点半之前准时抵达就可以。当然，我说的是保安和清洁这块。至于张大军，明天我再问问龙哥再安排。谢谢杰哥。离开了一个杰哥，又来一个杰哥。不过这个杰哥貌似要比兴业园区的杰哥和气不少。只要在这边好好干，我相信你们很快会喜欢上这边的生活。阿杰说完，来到一间房门前停下，将门给推开了。这里就是你们3个的宿舍了，每个宿舍可以住4人，如果有人立了功或者表现好，还能调换成单人间。所以只要努力工作，没人会对你们怎么样。有事儿去2楼6号房找我。对了，往里直走最尽头就是厕所，平常的洗漱什么都在那边。人都走后，张大军3人坐在房间角落，深呼一口气，还好没到最坏的地步。你现在怎么想的？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既然这样，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暂时先待在这边看看情况吧，等找到机会再说别的。反正咱们哥几个还是在一块，问题不大。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咱们刚加入，他们肯定会有监视。若现在乱来，搞不好真要没命了。也不知道张鹏他们俩现在什么情况了。李鹏飞被5步蛇咬了，不知有没有及时注射解毒血清。如果真被抓回去，或许已经……多半也是凶多吉少了。时间不早了，这段时间大家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今天就早点休息。这一觉，3人竟睡得分外踏实。等再次醒来时，天色已彻底亮了。吴鹏，今天就要正式上班了，就想问问你紧张吗？肯定的呀，毕竟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啥。
还是你跟陈哥好啊，一个直接当保安，再也不用怕被别人欺负。还有大军你，估计待遇可能比陈哥都要好。以后如果发达了，记得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发达是不可能的了，先保命，走一步算一步。稍微闲聊了2句后，外边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吴鹏赶紧起身，跑去把门打开了。阿杰说：“你们早点去2楼食堂吃饭，一会要给你们分配任务。”好，谢谢。那人说完话就出去了。3人迅速用清水洗脸漱口，紧接着便出门往2楼走。食堂不大，里面摆有10来张桌子，最深处是3个打菜窗口。我们3看着人来人往，站在一边有些不知所措。你们愣着干嘛？赶紧去吃饭，吃完跟我去见龙哥。杰哥，我们可以随便吃吗？不然呢？阿杰白了吴鹏一眼，下一刻似乎想起来什么，一拍脑袋。听说那些个园区都是什么分餐制的，对吧？那些个诈骗犯把我们中国人的名声都搞臭了。看来在缅北还是存在鄙视链的，开赌场看不起搞电诈。在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大家的饭菜都一样。只要在这边上班，那就都是兄弟，不犯错不会有惩罚的。当然，如果你们犯了错，那就没资格来这边吃饭了，懂吗？懂了，谢谢杰哥。3人排队打好饭菜，找了个角落边的餐桌，狼吞虎咽的把一大盘饭菜都给吃完了。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竟然还有排骨红烧肉，这米饭香，有家乡的味道。这一刻，3人竟觉得在赌场好像也挺不错的，至少有点上班的感觉了。吃完饭后，阿杰带着我们出了食堂。来到一间房号为8的房门外时，阿杰停下了脚步，咚咚咚开始敲门。进来。阿杰推开门后，张大军3人惴惴不安地跟着进入房间。接下来有可能是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刻。阿杰，这个新人就交给你带了，规矩什么的都要教好。出了啥问题，我拿你是问。好的，龙哥，你带他先出去吧，给我把老王叫来。阿杰恭敬带着陈国志走了出去。张大军和吴鹏2人低头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大军啊，早饭吃了吗？吃了，龙哥。那就过来给我按按，昨天没按过瘾，今天可别按到一半又说没劲了。龙哥放心。张大军快步走到龙哥身后，将双手放搭在了他的肩头，开始缓缓按压着。这一刻，他施展着浑身解数，将龙哥讨好，以便让自己在这个地方能更好的混下去。10来分钟后，外边的敲门声再次响起，一个微胖男子走了进来。龙哥，您找我？这个吴鹏交给你去带，就让他在赌场里干点杂活，记得先培训一下，免得什么都不懂，出了客户没头。好，老王带走了吴鹏，一转眼房门再次关上。房内就剩下我和龙哥2个了。又按了1个多小时后，龙哥原本紧闭的双眼终于睁开了。手艺的确还可以，我感觉浑身通畅了不少，这颈椎爽快多了。谢谢龙哥，跟我走吧，我带你熟悉熟悉环境，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活干。咱们天龙赌场平日里除了赌博外，还兼职放高利贷给赌徒，运气好能还清欠账，可以直接走人。而如果欠了钱还不上，那就要带来这2楼了，要让他们家里打钱熟人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手段或许难以避免，到时候说不定有用到你的地方。好的，龙哥。对了，伤口包扎之类的你会吗？张大军很想说不会，但他知道不能说，硬着头皮点了点头。好，是个人才。不多时，经过一间房时，里面突然传出一阵惨叫声。龙哥推门走了进去。什么情况？这小子在咱们赌场借了83万，全输光了，揍了他3顿了，愣是一口油死，家里人全死绝，不肯打电话。嘴巴这么硬，刀给我。龙哥接保安递过来的匕首，缓步朝地上那人走去。我只问你一句话，欠我们的钱能不能还上？大哥，钱我保证还钱，但我现在是真没钱啊。这样，你们再借我10万，只要我翻了本，保证连本带利，一分不少的还你们，你看中不？你想借钱，自然是好说，但现在是不是该先把欠我们的还清了？毕竟老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吗？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给家里打电话，让那边打钱过来，只要收到钱，你就可以滚了。至于第2个嘛，就是把你卖去园区。我可告诉你，一旦被卖进园区，你基本别想活着出来了。不仅天天要没命干活，还要过上猪狗不如的生活，活着都没个盼头。大哥，我家里现在真没钱了，就算我打电话也没用啊！求求你们，求求你，再借我10万，只要10万就行。惨叫声骤然响起，龙哥手里的匕首不知道什么时候插在了那家伙手心里，竟是将他的手掌给钉在了地板上。那只手应该不影响你打电话吧？哥，求你们了，我家里真的没钱。嘴还真够硬。龙哥直接把匕首从他手里拔了出来，带出了一捧血，然后一脚踩在他的另一只胳膊上，突然对着张大军招了招手。龙哥，要给他包扎吗？想什么呢你？大军，你有没有打算待在咱们公司好好的干？张大军连一丝犹豫都没有，这种送分题能说不想吗？当然，我肯定是想好好干的，跟着龙哥你赚大钱。你这么想就对了，龙哥我不会亏待你，这就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来，切掉他1根手指头。啊，什么？我说把他小手指给我剁下来。
张大军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将匕首捡起，看了看龙哥，又看了看地上那个吓得都快要冒屎了的家伙。不要，我求求你们！不听话，我告诉你，你不剁他的，老子就剁你的。在龙哥满是威压的目光注视下，张大军不得不硬着头皮，手拿匕首朝着对面走了过去。踩住他那只手，干脆利落一点，这样剁起来才又快才又准。张大军把那家伙的胳膊拽了过来，一只脚踩下后，固定住他的手，不让他再继续挣脱。我数到3，你若不动手，我就动手了。张大军一颗心扑腾扑腾打着鼓，额头上冷汗真是跟水一样不断的往下流。3、2。等等，我打电话去要钱，别砍我手指头，我这就打。龙哥，这……张大军输出一口气，如释重负般看向身后的龙哥，谁知龙哥直接甩手便是一巴掌。张大军低头着，他知道刚刚的犹豫引起了龙哥的强烈不满了。再有下一次，你就不用待在这里了。那边的电话很快接通，张大军祈祷这个年轻人的父母会打钱赎人，可电话那边很快就挂断了。龙哥，我爸说家里没钱了，不肯再给我打钱，你看能不能再宽些？我宽你个头！旋即，龙哥捡起掉在一旁的手机，毫不犹豫地重拨了过去。你儿子在我们这欠下了80多万，如果拿不出钱，少1万，剁一根指头，能听懂吗？剁吧，最好把他的脚趾头也给剁了。反正这个家已经被他败完了，你剁了他，我还得跟你说一声谢谢。简单几句话一说完，电话直接被挂断了。龙哥此刻的脸色很不好看。你去把他的小指给我剁掉。张大军不敢再废话，毫不犹豫朝着那个被踹翻在地的家伙走去。要怪就怪你不该烂赌，有些事情既然做了，就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张大军说完，猛一闭眼，干脆利落地将匕首切了下去。在巨大恐惧之下，那家伙竟忍着痛楚，一把生生将手臂从我脚底下给抽离了。蠢货！龙哥走上前，劈手夺过了张大军手里的匕首，又一脚将那家伙踹到一边。张大军抓住他的手。张大军很生气，那家伙竟然敢抽手，他扑过去，一把扭住那家伙的胳膊，将其右手直接拉到了龙哥面前。龙哥半蹲下来，一脚踩住了他的手背，匕首毫不犹豫地朝着对方手掌上那根小手指剁下，血花一冒，那人发出一声惨叫，一股巨大力道从他体内爆发，瞬间将胳膊给拽了回去。现在我问你，能弄到钱吗？能，保证能。手机再一次回到了那家伙手上，那家伙竟然硬生生地忍着断指剧痛，跟手机里一些联系人开始扯起了谎，各种理由五花八门。龙哥，我已经筹到13万8、9千了，您放心，剩下的我保证尽快筹过来，我一定可以的。再给你一个机会。龙哥将匕首扔到旁边桌子上，转身走向外面。张大军低着头跟在他身后。陈飞，联系妙瓦底那边的园区，把人卖过去。龙哥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张大军则是心里一寒，没想到拿了钱，竟还把人卖了。你不去给那家伙包扎，跟着我干嘛？啊？包扎好再来找我。龙哥说完便进了房间。张大军跑回小房间里，那个叫陈飞的内保此时已经把人拽起来了。龙哥还有什么吩咐？龙哥让我来替他包扎伤口。行，你弄吧。陈飞打量张大军一阵后，丢下那家伙就要出门。飞哥对吧？请问你这里有医疗箱吗？不是你负责包扎的吗？有没有医疗箱来问我？我今天才第1天上班，不熟悉这边情况。行，你先看着他，我去拿医疗箱去。小兄弟，你能不能放了我？我保证，只要你放我，我出去后立刻给你转20万。如果我说假话骗你，天打5雷轰，父母出车祸。如果你拿得出20万，至于被剁手指吗？小兄弟，我看得出来你并不想伤害我，所以先前一直没对我动手。你想回国吗？我在缅北这块还认识一些人，只要你把我放了，我可以找人把我们一块送回国的。张大军不为所动，这种烂赌鬼谎话连篇，但凡他有点能耐，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你省省吧，你欠我们公司那么多钱，我怎么可能放你跑？我劝你抓紧时间去凑钱，想办法把欠的给还上，不然后果你承担不了。如果真卖进园区，到时哪怕你还有钱，都不可能出得来。几分钟后，陈飞带来了医疗箱，张大军有模有样的包扎了起来，反正止住血就行了。至于断指，当然是扔垃圾桶了。包扎完成后，张大军拎着医疗箱，又去了龙哥先前去过那房间。刚准备敲门，屋里突然传来一阵低沉呻吟声。张大军连忙收起手，站在那默默等待起来。大半个小时后，房间里声音归于平静，张大军这才试探着上前敲响房门。进来吧。推开门，张大军便看到了坐在一旁椅子上抽烟的龙哥。在里间的那张单人床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张大军看了一眼，便连忙将目光收了回来，下意识的就想要退出去。我让你进来，你没听到。张大军听到，低着头往前走了几步，他的目光却是不敢往龙哥后面那张床上看。处理好了。已经处理好了。龙哥，您这边还有什么吩咐？暂时没有，也差不多该到饭点了，待会一起出去吃饭。趁着午休，我带你去见见那些荷官们，走吧。龙哥起身，看都没看身后那女人一眼。张大军连忙跟着龙哥一块出了门。临出门前，终于忍不住再度朝着床上那女人看了一眼。
那女人恰好也抬起头，两边对视上的那一瞬间，张大军从她的眼神深处看到了绝望、无助以及怨恨。下一秒，房间门哐当一声关上了，那个女人被留在了黑暗当中。怎么？你如果对那女的感兴趣，我可以给你10分钟时间。啊，不用。龙哥嘴角一翘，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直接朝食堂那边走去。在路上迟疑了许久后，张大军还是开口了：“龙哥，刚刚那女人就是一个沉迷赌博的烂赌鬼，欠了公司30多万还不上，我正在考虑是让他在公司当荷官，还是卖去园区。”赌场里的这些人大都是好赌成性，落得这般田地也都是罪有应得。吃完饭后，龙哥带着张大军进了一个房间，房间不大，竟足足坐了10多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女子。这种平日里在路上逛街都很难遇上一个的女神级人物，在这里却挤了有10几个之多。龙哥好，都坐下吧。龙哥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他走到其中一个面前，伸手摸了一把对方的小脸蛋。几天没见，阿珍你好像长胖了呀。讨厌，龙哥，你胡说什么呢？阿珍美女嘴上说着讨厌，却还主动抱住了龙哥的胳膊，用胸前的丰满在那蹭了2下。大军，你过来。龙哥他是谁呀？对呀，他来干嘛的？这位张大军是我给你们请回来的师傅，一手推拿的本事很不错，让他好好教教你们，都要认真学，后边我可是要检查的。今天你先简单做个培训，把本事都教出来，剩下还有几个，这2天我会抽空找他们再让你给培训一下。好的，龙哥。如果想学到你那种程度，大概要多久？这个比较看天赋的吧，如果只学个5、6成，培训个1、2天就差不多了。至于我这样的程度，至少得1年以上勤快练习才行。学个6、7成，够糊弄那些老色鬼就成了。今天下午你就待在这边好好教他们。好的，龙哥。待龙哥走远后，原本一直站在房间内不敢坐下的那群女人，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小哥哥，龙哥让你教的这个按摩是正经按摩吗？当然正经的。龙哥让你教我们，你看怎么开始吧？需要有人当模特吗？要的。那你看我们谁来当模特？张大军的目光在这么一群大美女身上巡视了一遍，最终落回在阿珍身上。珍姐，要不你来体验一下如何？我看你就是想吃姐姐的豆腐。张大军被阿珍挑逗的有些不知所措，虽然他拍过片，但内心还是个纯情小处男来着。你可真好玩，不逗你了。你说吧，要我怎么做？你躺沙发上吧，我一边帮你按，一边讲解要领。可能是因为龙哥的原因，这些女人虽然比较轻浮，不过却十分听话，而且开玩笑的尺度也比较大。不过张大军很快就适应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屋子里的10几人基本都学习的差不多了。张大军也重新背起医药箱，朝着8号房走去。教的怎么样？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只要练习上几天，应付一下普通人没问题。好，今天没啥事了，你吃饭去吧。那龙哥您忙着。去食堂吃完饭后，张大军独自一人回到了宿舍，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陈国志一撅一撅的走了进来。陈哥，今天咋样？一天光跟着杰哥他们在赌场内转悠，没什么特殊情况，就是走了一天，我这条伤腿有些吃不消。你呢？沉默片刻，最终忍不住将下午砍手指的事说了出来。幸好你没动手，否则至少一个血从犯的罪名是跑不掉的。到时候即便咱们侥幸回了国，也有可能会被抓去吃牢饭。听到陈国志这番话，张大军后背不由汗湿了一大片。这种事只怕日后难免。就在这时，房门再一次被推开，手上拿着几个脸盆的吴鹏走了进来。给你俩带来了，待会一起去洗漱。多谢。你今天怎么样了？别说了，就是负责给那些客人端茶倒水，有时候地上脏了，我就得尽快过去把地拖干净，倒是挺简单的。对了，大军哥，你一月能拿多少？陈国志的薪资大家是知道的，一个月底薪就有8000，但张大军和吴鹏2人，龙哥却没有透露。我没敢找龙哥问这个，不知道他给开多少。你呢？下午我问了小组长王哥，他说我新入职，一个月能拿5000底薪，如果客人给小费，不需要上交。吃饭时问了几个老手，他们说每月基本都有6、7千，还不包含小费呢。吴鹏越说越兴奋，他的语气让张大军感觉隐隐有些不对劲。我说小吴，你该不会是心动了，真想留在这里一直干下去吧？吴鹏被陈国志说中了心思，脸上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只要能搞到钱，在哪不是搞。陈哥，如果能回国，我肯定是想回去的。当初来缅北的目的就是为了搞钱，如果真能在这里赚到钱，也没必要非得回国吧。的确，如果现在能回国，大家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回去，可压根就没有那个机会。这里跟兴业不一样，每个月到点就发工资，每个月发的工资还可以想办法打回家去。如果想回去，那就攒着把欠的给还上。这里没有那种拿了钱还不放人回去的事出现过。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了好几个荷官，还问了2个之前的同事，其中有一个是跟咱们差不多的经历，也是被人卖到了这边，然后老老实实的上班攒钱，后来运气好傍上了一个富婆，那富婆直接把他给赎出去了。不过出去没2月，他又跟那富婆闹掰了，然后跑回来，接着开始上班，还跑回来这个赌场上班。那家伙说，在外面赚钱还没这里多，而且在这里还有很多隐形福利，小费之类的就不提了，偶尔立个功，还能被奖励一次免费的陪玩机会，比上班要爽得多，所以他才又跑回来。陪玩，你们不知道了吧？这赌场里面的荷官每个月都有业绩考核的，业绩不好的，下个月就会成为陪玩小姐，她们一个个都是绝顶的漂亮。张大军跟陈国志2人算是听懂了，没想到吴鹏这家伙好那一口。接下来的几天也如第1天一般度过，张大军也对那些女徒弟有了一定了解。这天下午，张大军正在房间里忙碌着，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有客人受了伤，你赶紧的带急救包先过去。张大军连忙拎起急救包，跟在阿杰的身后，急匆匆地往楼下跑。休息室里，之前在龙哥房间里的裸体女人正蹲在地上，眼泪吧嗒吧嗒不断往地上掉。她叫王秀红，也跟着张大军学过按摩。旁边沙发上，龙哥正在跟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男人陪笑说着什么。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给客人包扎伤口？这位客人，麻烦您将手伸出来点，我帮您处理一下伤口。张大军刚拿出绷带消毒液，那客人却一巴掌将他扇飞。老子不需要你们惺惺作态，妈的，老子过来玩是寻开心的，结果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你们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过去。这位朋友，您挑选的这个是今天才刚刚上班，是我们没培训好，我保证回头好好教训他一顿。今天，那客人竟然一巴掌抽在了龙哥脸上，一个鲜红掌印浮现在龙哥脸上。龙哥不会杀了他吧？这件事的确是我们做的不地道，不知您有什么要求，想怎么解决，提出来我们可以商讨一下。老子今天非得把这个贱人带回去，放心，明天我会给你们送回来。另外得赔偿我20万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王秀红听到这个条件后，神色大变，吓得连忙往后退了几步。如果他真随便就应下来，那我还真要好好想个办法，劝陈哥和吴鹏找机会逃走了。赔偿20万没有问题，但人不可能交给你，我们赌场没有这样的先例。那就不要拿20万，把人交给我带走。这位先生，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们赌场没有交人的先例，我们的员工不合格，做的事触犯了赌场规定，需要接受赌场的惩罚和再培训。你什么意思啊？人我们没法交出您带走，哪怕要惩罚，也该由我们赌场自行惩罚。你还站内干什么？过来，给客人赔礼道歉。王秀红身子一颤，哪怕再不情愿，她也不敢违背龙哥的命令，唯有亦步亦趋地朝对方走去。对不起。臭婊子都已经出来卖了，刚刚竟还跟我装清高，我要他脱光了衣服，跪地上给我赔罪。脱。休息室里，此刻站有5、6个男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一个女人脱光衣服，也亏得那家伙想得出来。磨蹭什么？再不脱，老子就出去了。既然他不愿意自己脱，你们就帮他一下。龙哥偏头示意了一下，旁边立马有2个内保走上前，不顾王秀红的挣扎和哀求，刺啦刺啦2下，便将他扯了个一干二净。他起身直接朝着王秀红走去，一旁的龙哥却抢先一步挡在了王秀红面前，一巴掌抽在了王秀红脸上。跪下，给客人道歉。王秀红虽是羞愤难耐，然而在羞怒和性命当中，他唯有选择了向性命低头。对不起。声音这么小，说给谁听？这位朋友，差不多就行了。20万医药费我们1分不少会赔给你，但如果你揪着不放，这笔钱恐怕你是拿不走了。你知道我谁吗？居然敢威胁我！那个中年客户大怒，抬手便要再抽龙哥一耳光。龙哥往后退了一步，他冷眼看着那家伙。一直站在门口的阿姐突然从腰间掏了一把枪，对准了中年男人。内保子弹上膛的声音让那中年客人瞬间清醒了过来，他看了看龙哥，语气软了下来。钱呢？阿杰，去拿20万。只要现金，我可不要筹码。阿杰扭头扫了龙哥一眼，见龙哥没有反对意思，这才转身出去了。此时的王秀红身上春光无限，但身子还在浑身颤抖，眼泪更是不断往地上掉着。2、3分钟后，阿杰拎着个黑色袋子走了进来。中年客人数了数，拎起塑料袋，大步朝外走去。龙哥坐到了一边的沙发上，一双眸子阴沉盯住依旧跪在地上的王秀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为什么要把客户伤成那样？中午时候，那客户进来赌场玩，点了我做陪玩，才一会儿他就输了好几万。他说手气不好不玩了，就带着我来了休息室。一进休息室，他就要求我脱光跪地上喊他主人，还让我跪着爬到他面前。我不肯，那男人就强来，拉扯之下不小心被我给推了一把，磕在了一旁茶几上。
然后他就怒气冲天的把内保给招了进来。尽管这一次事出有因，但毕竟因为你导致我们赌场损失了20万，这笔账会加在你头上。将来你如果赚够了数，或者有人要赎你离开，需要额外支付这笔赔偿。龙哥说完，站起身朝门口走去，临出门时却突然停下了脚步。阿杰，让你的人在这里调教一下他，教教他这里的规矩，我不希望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儿。张大军低头朝跪在地上的王秀红看了看，又朝着旁边几个脸上已露出嬉笑表情的内保们望了一眼，叹息一声，快步追了过去。走出偏厅后，龙哥神色有些阴沉，将阿杰唤了过来。你去盯一下，如果那家伙没什么背景，就等他离开后处理好了把钱拿回来。好的。穿过赌场1楼大厅，来到2楼8号房门外，龙哥打开门走了进去，然后直接躺在了椅子上。给我捏2下。此时的龙哥就跟个火药桶一样，搞不好一点就炸。张大军根本不敢迟疑，急忙过去帮他按捏起了太阳穴。张大军看着龙哥脸上那个鲜红巴掌印，开始了胡思乱想。如果是在园区的话，王秀红绝对会被中年男人给带走。没想到龙哥竟然会为了手底下一个刚入职的荷官，给出了20万赔偿。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没直接在休息室里动手？被人打了耳光还能忍下来？龙哥这么做应该是为了顾及赌场的生意吧？赌场名誉自然是要顾及的。另外还有一点，咱们公司有一个规定，轻易不得跟客户发生冲突，哪怕是我也不行。我希望你记住今天所发生的事，知道吗？好的，龙哥。按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后，有人过来找龙哥了，张大军这才被打发出去。晚上，张大军躺在床上，也没有开灯，在漆黑中默默想着一些心事。吴鹏开门打开灯，见张大军孤身躺在床上，没有见到陈国志的身影。老陈今天怎么还没下班？平时都比我早的啊。估计有事在忙。约莫到了晚上9点多快10点的样子，陈国志回来了。他进门后一言不发地走到床头坐下。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陈国志看着张大军，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不是杰哥一定要你下手？你怎么知道的？张大军笑了笑，慢慢将昨天发生在赌场休息室的那件事给说了出来。原来如此，那这家伙就是真该死了。那家伙最后什么下场？昨天傍晚，我们跟了他一路，最后在他回酒店前，开车上去把他干掉了，尸体被我扔在了路边树林里。大军，你说咱们留在这里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陈国志曾经当过军人，现在这边草菅人命的手段肯定严重刺激到了他。陈哥，咱们现在有其他选择吗？他死你不死，他不死可能就是你死。陈国志陷入了沉默，张大军默默陪着他，一起用沉默来表达心中的矛盾和犹豫。逃离了园区，又被卖进赌场，未来的路他们又该如何走下去？